连万妖图都无法察觉，他又有什么能耐？嘿，此子绝对不会想到我族有多重视他，又能给他带来怎样的惊喜。没办法呀，毕竟是先天圣体道胎，意义非凡。当初那人给予我族的创伤，可还没有愈合。再看看吧。不过之后动手之前，倒是可以先把一些杂鱼清理掉，免得打扰到我们。没错，比如来自界中界三皇势力的那些杂鱼。此乃我以特殊之法祭炼而成的飞天血尸，实力甚至比我还强。而且这飞天血尸生前也是你们界海这边的天骄，身怀一种名叫犯魔战体的强大体质。以这种体质，再辅佐以飞天血尸炼技之法，云霄，你死在他手下也可瞑目了。这八族倒也不可小觑。看来你们真的认为可以打败我？你在掩盖自己的心虚吗？此言差矣，本少主是在怜悯。怜悯你们那自以为是的无知，以及妄图挑战不可能的愚昧。能让我败者，过去、现在、将来皆不可能存在。我就在此，谁能败我？我没看错吧？云霄少主是荒古圣体吗？不，我怎么感觉比荒古圣体还强？先天圣体道胎，果真如消息所说的那样。不过真正亲眼看到，还真是令人震撼呢。就从你开始。哇！这怎么可能？才6等吗？看来他们在悬赏榜中应该不是排名最前列的那一批。云霄少主无知！杀进这只法族！果然，不论在哪种情况下，先天圣体道胎都不可小觑。是啊，即便是未曾成长起来的，也不能轻视。所以这次族里的安排是对的，光凭他们几人还无法令他服众。而我们也该出手了吧？先把那些可能扰乱战场的杂鱼干掉。拓风这位来自帝皇宫的年轻战将，直接就被打爆了。拓风，怎么回事？难道还有潜藏的悬赏榜级天骄？难道是准帝？你们到底是谁？哼，总算是现身了吗？还以为你们会一直看戏。哦，你已经知道了，是几月告诉你的？我能感应到你们，没想到拔族会不惜动用这种手段来对付，倒是令本少主受宠若惊啊！这什么意思啊？这3位黑袍人是针对云霄少主而来，他们到底是何等存在啊？不愧是先天圣体道胎呀，看来你已经明白了。没错，和你们那边的黑货悬赏榜一样，在我族同样有界海悬赏榜，而你云霄在悬赏榜上排名很靠前，不仅杀了我族多位王脉天骄，元荣大帝的陨落，你更是有逃不了的责任。更别说你还是云天涯的儿子，还身怀先天圣体道胎，这一切的一切，让我族对你的杀心前所未有的强烈，所以才有这次的天骄血战。其实归根结底，其他人都无所谓，这场血战只为你一人而来。什么？果然如此？这竟是针对云霄少主的一场杀局。所以你们3人不惜自斩一刀，断绝前路，从准帝跌落到混沌道尊境界，就是为了杀我。我的天，拔族竟然派出了3位准帝猎杀云霄少主，这是什么排场？云霄少主竟然能给拔族带来这种压迫，需要动用这种手段来扼杀。哦，难怪他们的实力会这么强。断绝3位准帝的前路，就为了杀我，值得吗？对付一位先天圣体道胎，怎样都值得。杀了我，对你们而言，的确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看，若杀不了呢？杀不了。我拔族三脉各自派出了一位出入准地的存在，虽然自斩了一刀，境界跌落，但是只要能杀你，我们不仅能分到部分先天圣体道胎的珍稀和精华，更会得到三王大人的传法。到时候我们会更强，你说这算不算是一笔划算的买卖呢？好了，别废话，先把界中界的这些杂鱼清理，免得到时候遭到骚扰。我并不会干扰你们。有区别吗？该死！云霄，如今大敌当前，你还不过来与我们一起对付他们？哼，这个时候竟然还内斗，真是作死。云霄，他们真正要猎杀的目标可是你，我们只是被连累的。而且如果我们死了，他们到头来还是要对付你。你现在不出手，想让他们个个击破吗？这倒是无所谓。来此地前我就说过，此战我一人即可，你们可有可无。云霄少主，之前是我多有冒犯，希望你能见谅，能出手帮帮我们。云霄少主，求求你，我不该为了楚萧那个混账来针对你的。只要少主愿意救我，我愿意誓死追随少主。看来你们都知道，跑是无用的。神皇血脉，不错，倒是意外之喜。是主人的要求。主人？难道是霁月？看来你是被控制了。放心，等杀了他，你便可恢复自由。我知道你们还抱有莫须有的希望，希望他可以创造奇迹。但可惜，不会有奇迹。没错，便让你们亲眼见证，你们界海新一代的传奇是如何被扼杀的。废话说完了吗？说完了便滚过来受死，本少主亲自送你们上路。找死！可以说，从来到界海开始，君逍遥几乎很少认真出手，因为那些同辈的对手都太过拉胯，无法激起他的战斗之心。而现在面对自斩的准地强者，君逍遥终于是有了战斗的兴趣。君逍遥身形退后了几步，而那位拔族准地则是退后了几十步。无理，怎么了？你难道是在戏耍他吗？能解决就直接解决了吧。一位连道尊都还不到的存在，击退了一位自斩一刀的准地。无理，你竟然扛住了我一拳，不愧是经历过准地劫洗礼的肉身。不要再纠结了，夜叉梦多，直接一起出手，将其灭杀。出手！为什么要这样？云霄少主已经够强了，一人击退准地，就问还有谁能做到？但现在3位拔族准地都要出手，你们他妈还有没有点脸面啊？哼，界海天骄千千万，谁能如我一般，能得3位准地联手镇压？今日是你们联手杀我吗？错了，今日是我君逍遥一人要斩你们3位准地，话就放在这里，没人救得了你们。但见他身躯一颤，体内至尊神血开始沸腾，下一刻便是出现在了乌离身前，一剑斩落而下。无理！本少主说到做到，接下来轮到你们了。太恐怖了！界海那边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天骄？难怪左里会不惜让3位准地自斩去围杀。一开始我还觉得有些小题大做，现在看来这简直太正确了。现在就如此恐怖，那日后会成长到何种程度啊？这家伙！伟哥，救我！第2位拔族准地允，就剩下你了。休得猖狂！我鬼行想不到，竟会被一个后生小辈逼到此地。云霄，是你逼我的。虽然比起自斩前的修为还差了一点儿，但也差不了太多。云霄，
你做好受死的准备了吗？太恐怖了！真不要脸，一强击弱竟然还偷袭，祭出这种手段！啊！怎么会？谁跟你说我只有肉身无敌？吴中前辈曾想以一己之力镇压尔等，只可惜最后因为一些变故未曾达成。他的遗愿便是彻底平定这一世黑火，就先从你们开始吧。鬼恒准帝直接是被轰杀，连渣都不剩。我现在算是知道了为什么云溪那妮子整天念叨他哥哥，这还真是很难让人不爱啊。诸位，现在可不是兴奋的时候，还是直接给这场血战收尾吧。杀进这群法族！哦，快结束了吗？那微尘世界像是要解体了，大战快结束了吗？战况究竟如何？不知道伤亡重不重。那八族竟然主动挑衅，怕是有什么手段呢？看来快要结束了，你们或许将要看到一幅染血的画卷。你这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不过是认为你们界海天骄这次将团灭而已。怎么可能？胡言乱语！还有界中界的年轻战将参与，怎么可能会落得这般结局？哈，那些界中界的杂鱼又如何？难道还能和准帝相比吗？什么？准帝？该死！自斩一刀的准帝！你这样做值得吗？说句不好听的，准帝劫也没有那么好度过。1万天骄，能有几个有资格度过准帝劫？你竟然会让准帝自斩，去对付这些后辈，值不值得？哼，你们不会明白。不好，莫非是因为云氏少主？可恨呐！快去救他！已经来不及了。到了现在，该发生的事情也绝对已经发生了。我们看结果就行了。是啊，只能祈祷云氏少主吉人自有天相，或者云氏地族给了他什么护身宝贝吧。不知先天圣体道胎的真血究竟何等美味啊！是八族的天骄吗？莫非我界的天骄真的全灭了？这次天骄血战还真是痛快，我可是杀了10几个八族的狗崽子。得意什么呀？那些八族狗崽子早已经被云霄少主吓破胆了，连战役都没有。你这是捡漏。切，那你捡的有我多吗？哼，真是可惜了，战场要崩解了，不然我还能杀更多。是我眼花了，还是出现幻觉了？我怎么还感觉到了一种喜气洋洋？你们到底是什么情况？里面发生了什么？老前辈，我们赢了，大获全胜！大获全胜？这怎么可能呢？大帝，完了！我族那些登上悬赏榜的天骄，除了姬月大人全都死了，姬月大人被那云霄镇压了，还有3位准帝大人也都死在了那云霄手中。我族的大多数天骄都陨落了，只有我们几个因为在战场边缘才勉强逃出来。怎么会这样？狐狸他们3人被那云霄灭了？大帝，这是真的。废物，那3个废物，联手都杀不死一位造化神尊，丢人现眼的东西！云霄少主，看来这次猎杀是你的规划。是又如何？我只是想告诉你，本少主是一个有恩必偿、有仇加倍奉还的人。珍惜你最后的时间，你活不过这一世。哼，荒口小儿，这话让你父亲来说还差不多。你
再修炼个10万年吧。10万年，100年时间，碾死你如蝼蚁。哼！诸位，这次的胜利虽然不能决定界海和黑霍族群的胜负，但你们狠狠打压了拔族的嚣张气焰，所以天地宝剑应该会给你们一些额外的功勋。而这次你们所立下的功勋，也将收录进天地宝剑中。整个三皇壁垒各大关隘都会看到你们的功绩，甚至你们还有可能登上功勋榜单。若是能上榜，你们将真正名扬三皇壁垒，9大关的所有人都会知道你们的名。而接下来就是清点功勋的时候。在所有人震撼的目光当中，君逍遥的功勋出来了，5等功勋，不是1个，而是足足5个5等功勋。我的天哪，5个5等功勋，这别说当统领了，当大统领都足够了吧？我觉得云霄少主若再多待一段时间，怕是连统帅都有可能当上。云霄少主这次真的是要一鸣惊人，震撼整个三皇壁垒了。我去，是云氏地族少主，这未免也太生猛了吧！不愧是天涯大地之子啊，这魔关那边应该都要沸腾了吧？与此同时，三皇壁垒9大关之一龙门关，怎么可能？5个5等功勋，他究竟做了什么事情？难道他作弊了？弟子大人，是这样的，家人解释了一番。怎么可能？斩杀3位自斩1刀的拔族准帝，带领界海天骄大获全胜？难道他会是传说中的破神境级别的天骄？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妖孽？虽然情况有些超出预料，但还在可以掌控的范围内。还好之前和他立下赌约时，比的并不是1年之内所立下的功勋，不然的话，我的红尘商会还真不一定能保得住。不行，虽然现在我还保持着优势，但难保出现什么岔子，必须要行动了。与此同时，在一处名叫阳谷关的关隘深处，才来到三皇壁垒，就进入了年轻一辈的功勋榜前10。这位云氏少主还真是名不虚传，而且他能斩杀3位自斩的准帝，也的确令人惊叹。不愧是先天圣体道胎。另外，红尘弟子好像与他有赌约，这次怕是有些悬了。云霄，他怕不是普通的破境级天骄那么简单。红尘弟子这回真是啃到硬骨头了，怕是要肉疼一番了吧？但我的确有些好奇了，不过之后应该终会碰上。在无人区黑雾区深处某一片神秘之地，寇烈，这次你的计划可以说是全面失败了，不但没有斩杀云霄此子，还让我族天骄出现了巨大伤亡。现在各个脉系都有人不满，他们的优秀子嗣就这样白白牺牲了。我的计划完美无缺，换做其他任何人都可绝杀，是云霄这个小孽障太过出乎人的意料。就因为你的计划，导致我们的大计也要延后。难道那件事是真的？云霄身边的那位少女，难道真和我族女帝大人有关？现在她的身份暂时无法确定，但她能掌控玄黄宇宙，本身不就是已经说明了一些问题吗？既然如此，那什么时候行动？别急，这不是短时间内能做到的事情，而且那云天涯和云氏地族也并不好招惹。要想针对玄黄宇宙，首先得解决云天涯这个麻烦，他可是一直盯着我族的动向呢。我可是有些迫不及待了。黑火族群可不止我们八族一脉，算算时间，那族也该闹出一点动静了吧？你的意思是，那一族也开始出动，要试探了吗？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等黑货族群接连出手，三皇壁垒疲于奔命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我族出动的契机。不论玄黄宇宙的那个少女是否和我族女帝有关，都需要彻底探查清楚。哼，也罢，就让那小孽障多张扬一段时间。到时候，当灭顶之灾降临，他就会知道，没有他爹和云氏帝族，他什么都不是。转眼又是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嘴里都淡出个鸟来了，我们可是来历练的呀。那群拔族莫不是被云霄少主给吓怕了，竟然一点动静都没有了？哎呦，这次估计拔族也肉疼了。不过我还是有些担心云霄少主和那红尘弟子的赌约。是啊，云霄少主可是我现在的榜样，我可不希望他输了这场赌约。而在龙门关那边，有能力又怎样？功勋这东西可不是光靠能力就能获得的，机缘、运气，缺一不可。这场赌约，我注定胜利。而在东岭关这边，玉生，你教的不错，这茶有几分味道。如果有可能的话，玉生还是想亲手给少主泡茶喝。对了，少主，您和那红尘弟子还有1年之约，现在时间不多了。不急，该来的总会来的。我觉得我运气一向都不算差。在白雾区和灰雾区的交界处，这里好像是破碎星河呀，再往前就进入灰雾去了。队长，我们撤退吧。我们可是第一次来这里呀，而且听说破碎星河连通诸多古迹世界，有许多古迹世界都是从古之黑货大破灭后所遗留下来的，或许能发现什么前人秘宝呢？啊？那是什么？丧妖潮吗？不好，撤退！赶快回报东岭关，有大事发生了。三皇壁垒东岭关，忽然有苍凉的号角声响起。又有战士了吗？刚好可以继续历练。看来拔族还是按捺不住寂寞呀。挺好，看来教训还不够深刻。之所以召集你们前来，想必你们也应该知道了，黑货族群的踪迹又出现了。拔族还真是死性不改啊！就是，看来是上次还没有得到教训，想继续找虐。哼，这次哪怕是悬赏榜的天骄出现又如何？我们照样不怕。这次出现的黑货族群与拔族无关。什么？前辈，你的意思是？没错，有一支探查小队在无人区的一处名叫破碎星河的区域，发现了另一类黑货族群的踪迹，那就是氏族。以你们的背景来历，想必你们也或多或少听说过氏族的一些事迹。黑货族群都残忍无度，而氏族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之所以被称为氏族，就是因为他们生存的唯一目标都是吞噬，不仅吞噬万灵，更会吞噬一个个世界的本源。其他黑货族群，你或许还可以跟他们沟通，但氏族就是一群凶残无比，只知道杀戮和吞噬的畜生。曾经古之黑货氏族给我界海造成过无边的破坏，不知道有多少世界本源被氏族吞噬，亿亿万计的生灵被氏族杀戮炼化。而且还有一点，在数量方面，氏族应该是黑货族群中种族数量最多的存在。数不清的氏族会如灭世大潮一般，将一个世界撕碎，吞没殆尽。岩石黑火，诡异气息的源头。告诉你们这些，是为了让你们不要轻敌，让你们的心不要飘了。但这次的情况并没有那么严重，出动的氏族不算很多，等级也并不是很高，最多呀，也就是降级氏族，威胁程度不会特别大。但就是不知道他们出动的目的是什么，所以这次行动前往破碎星河，也算是给你们的一次历练，弄清楚氏族的目的。前辈，你口中所说的降级氏族是氏族的等级吗？没错，就是如同拔族，
可以用眼睛的颜色来区分他们的境界和血脉。氏族同样也有森严的等级体系，那就是奴级、兵级、将级、王级、皇级、祖级。将级氏族大概相当于至尊7境，王级氏族则是准地级，皇级氏族那自然是大地级。虽然在同等级下，氏族的实力也比人族要强，但只要你们不碰上顶尖的将级氏族，自保逃遁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好了，之后你们就稍微准备一番，就出发吧。氏族嘛，有点意思，不知道这次又能得到什么功勋。公子，这破碎星河空间极为不稳定，有些裂隙会通向许多古老残破的世界，很多都是古之黑祸破灭后所残留下来的世界遗迹。难怪之前那位前辈说，氏族的数量在黑祸族群中都是绝对的首屈一指。这些奴级氏族基本上是用来消耗战力的炮灰，即便兵级氏族也不过是强一点的炮灰。这我们是遇到了氏族大军吗？应该还不算大军，氏族的军队最少也得有将级氏族率领，也就是说，眼下应该只是一小波氏族。如果是真正的氏族大军袭来，那一整个世界都会被挤满，天上地下全是氏族。我们也走吧，此地不宜久留。如果到时候有更多更强的氏族包围，那就麻烦了。没想到镇界军还是出手了，看来他们之中有厉害的人存在，果然不可能这样简单就突破。不过不论怎样，不能让镇界军打扰到大人。他如果能安然找到且炼化那件东西，甚至有可能比肩伟大的母皇大人。传令下去，要把这些镇界军队伍全部找到，然后灭杀。那边就是灰雾区了，其中可能会有不小的凶险。你们若是进入，或许会有危险。我一人倒是没关系，就算遇到什么危险，自保应是无虞。不过，就怕无法顾及到你们，所以你们就在白雾区的范围内历练吧。另外，如果我一直没回来，你们之后可以跟随大部队的行动撤离，不必等我。是。人族生灵，没想到还真有找死之人。究竟是谁找死呢？我能感觉得到，你的体质不一般，极为不一般。如果能吞噬你，我几乎立刻就可以蜕变成为王级。你们氏族现身在这片区域，究竟有什么目的？不会只是因为这一片古药源吧？哼，想套消息，做梦！不说。看来还真是龙潭虎穴啊！这氏族巢穴倒也有几分东西。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红尘弟子，这场赌约的结果，从这一刻就已经注定了。其中最大的一团气息在巢穴的最深处，不过此外还有几团不弱的气息。而此刻，在氏族巢穴深处一片宽广的空间内，谁？王级氏族，哼，倒是第一次领教。人族？不用纠结什么了，只有我一人而已。人族小子，连准地境都不到，就敢孤身潜入我氏族巢穴，想死也不是这么个死法呀！你怎么能确定我就是来送死的呢？本王还是第一次听到如此好笑的笑话。你可知你面对的是谁？本王名号三头王，乃王级氏族。虽然只是出卖入王级阶层，但也相当于你人族的准地境。你一个混沌道尊都不到的小子，在本王面前说这话，不是笑话是什么？王级氏族也好，刚好我很久都没有全力出手过了，就拿你当靶子练练手吧。你认真的？秦逍遥没有再多说什么，他直接催动了第4至尊术，
增幅之术嘛。不过即便如此，在本王眼中依旧是蝼蚁。既然你找死，那本王便成全你。小子，你黄骨圣体，不对，是先天圣体倒胎，难怪。小子，不展露出这种体质还好，一展露出来，就只能更加坚定本王的杀心。即便你的天赋再妖孽，甚至是古今无双的先天圣体倒胎，但在绝对的境界压制面前，也唯有隐恨。看来准帝也不过如此。小辈，找死！你根本不知道准帝的真正手段是什么。你可知至尊七境与准帝的最大差别是什么？除了经过准帝劫淬炼后的完美肉身以外，那就是内宇宙的开辟以及世界造化之力。小辈，你怕是根本不知道其中的玄妙吧？在世界之力面前，至尊七境的法则之力唯有可笑。在君逍遥这个修炼出了50个小千世界之力的人面前卖弄自己内宇宙的优势，君逍遥是真的有些绷不住了。你笑什么？我一般不太会嘲笑对手，除非忍不住。小子，让你体会一下准帝级的力量，死也不冤了。我操！你究竟是什么怪物？准帝对我而言，已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存在。准帝共有9劫，虽然1劫准帝对我而言不再具有威胁，但准帝9劫一步一登天，每一次渡劫蜕变都是一次脱胎换骨。对于更高等级的准帝，还是不可小觑。不过，如果我能以肉身渡准帝劫，突破到肉身准帝，那这3头王我有把握一拳镇杀，绝不会像现在这般搞得这么麻烦。好了，磨练也磨练了，接下来该去真正的目的地了。氏族巢穴的最深处，我之前的感应果然没错，在这破碎星河内的一处古迹世界中，竟然能发现这种东西。如果能够将其炼化，我的生命层级将会得到极高的蜕变。不过眼下倒不是炼化的最佳时机。小家伙，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当然是直接走进来的，顺便斩了一头王级氏族。有意思。小东西，你是来送死的吗？我能感觉得到，你身上的血肉很旺盛，很吸引我。若是能吞噬你，我会得到极大的好处。为什么每一个虫子都想吞噬我？虫子？哼，小东西，看在你长得帅的份上，我不介意你的冒犯。不过，敢在我猩红女帝面前说出此话，你的确很有勇气。我只是想知道氏族出现在此的目的是什么。不过现在已经知道了。小东西，你可知道好奇害死猫？我一根手指头就可以碾死你万次。不过你很鲜嫩可口，我倒是不忍心杀你了。不如顺服我如何？请容许我拒绝。可惜，那就没办法了。身为地境强者与你对战，我实在是太吃亏了。可否容许我动用一些小手段？有趣的小东西，当然可以。你有什么小手段，尽管施展出来。你到底是谁？原本我是不想动用的，但没办法。虽然它会损失部分能量，但至少也应该能有所收获。他没有什么废话，直接融入神灵法身之中，开始出手。神灵法身招式简单，金色手掌落向了猩红女帝。
君逍遥见状，直接祭出了另一样东西，那是一杆璀璨的金色大戟，斗天神戟斩落而下，准仙气之威爆发，堂堂大地竟然完全没有了反抗之力。结束了。君逍遥操控神灵法身，再度一戟斩落而下。不好，是女帝大人那边，难道是有界海那边的强者潜入偷袭？啊，女帝大人陨落了。界海那边什么时候出了这等强者？那是什么？难道有东岭关的至强者出手了？难道是雪月妖帝出手了？不可能啊，不太像是雪月妖帝的波动啊。难道三皇壁垒中还有隐藏的无上至强者？难道？队长，方才那股波动，难道会是？我不清楚公子有何等手段，不过之前那股波动，最少也是地级层次的。好了，队长，云霄少主是何等人物？吉人自有天相，不会有事的。没错，现在世族也退去了，云霄少主有可能在寻找一些机缘，比如古迹世界等等，耽搁了时间。陆星灵也只能点头，带着队伍离去。这一次出手虽然时间不长，但信仰之力的消耗也不少。看来之后又得想办法去获得更多的信仰之力了。这就是猩红女帝的目标吗？难道是某一种太古神虫的蛹？有点意思。也罢，换做其他人还不一定养得起你，但我勉勉强强。是该回去了，顺便也该完成赌约了。过了数日之后，从破碎星河回归的镇界军也是集结在了东岭关内的一处广场上，开始照常清点功勋。那一位神秘的至强者究竟是谁啊？对啊，是哪一位大人物？若没有那位大人物出手，我们不一定能活着回来。前辈，您知道是哪一位大人物出手了吗？那一位大人物的确有些不凡，应该是长得世族中的至强存在。难道是某一位不愿意透露身份的大人物？少主，公子，竟然没死，真幸运。让诸位担心了，不过是搜刮了一些机缘而已，耽搁了一些时间。哎，老夫年纪虽然不小，但已经眼花到这种程度了吗？我去，这怎么回事？云霄少主，难道又获得了像上次一样的功勋吗？我勒个大操！我没看错吧？3等功勋！我去，3等功勋，这他妈是什么概念啊？我操，3等功勋，当元帅都够了吗？这什么逆天的战绩啊！云霄少主，究竟干了什么逆天的事情，能够得到这样的功勋？难道那一位神秘至强者是？诸位也不必惊讶，其实说来惭愧，我不过是想获得一些机缘，因此深入了破碎星河，意外发现了这座氏族巢穴。原本只是想进去打探一下，没想到竟然有皇级氏族的存在。无奈之下，我只能祭出特殊手段将其灭杀。所以这倒也并不是我真正的实力，我可没有那么逆天。原来是这样，难怪呢。不过能随手斩杀大帝的手段，这也太过惊人了。是啊，即便是地族给予的一些护身宝贝，最多也就只能用来逃生嘛，竟然还能反杀大帝，这……难道之前我们所看到的那道神秘至强者的身影，就是云霄少主祭出的手段？莫非是某种战魁，地境傀儡？这也未免太稀有了吧！地境傀儡，哪怕是地族，也不一定拥有一具。可是地境傀儡能杀得了真正的大帝吗？那可是氏族的大帝啊！不论过程如何，但结果是毋庸置疑的。竟然是他！在红尘大帝所镇守的龙门关，哎，天地宝剑竟然又主动浮现出了榜单，是有哪一位强者又立下了大功勋吗？我没看错吧？3等功勋，而且不是一个3等功勋，是2个3等功勋，这可是相当于斩杀黑霍族群中大帝级别的存在才能得到的功勋啊！到底是哪位至强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云氏少主立下了2个3等功勋，难道他杀了黑霍族群的大帝？按理说，
天地宝剑是绝对不可能出现这种低级错误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会不会是某种误会？还是说，天涯大帝亲自出手了，要帮他的子嗣获得功勋？弟子大人，大事不好了！怎么回事？慌慌张张的。是天地宝剑那边的榜单。榜单怎么了？难道是那云霄又获得了什么功勋？但也没什么，他无力回天。不是，弟子大人，那云氏少主他登上了天骄功勋榜的榜首，还有，而且还获得了3等功勋。你说什么？拿本弟子群开心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作弊，一定是作弊！这云霄为了胜我，竟然会动用这种卑劣手段，本弟子是不会承认的。阳谷关，这是皇府地族守关人所镇守的关隘。3等功勋，这可是斩杀大帝级别才能得到的功勋，一定不可能是那云霄自己所为，或许是他动用了某种特殊手段。不过，即便动用一些特殊手段，想斩杀大帝级人物也太过困难，不太现实。若想要击杀大帝，那最少需要有碾压大帝的实力。那云霄有这种手段吗？不过也不一定是斩杀大帝，或许是完成了某种很重要的任务或目标，也有可能得到3等功勋。但是不论如何，红尘弟子这个亏怕是要吃下了。我倒是越来越好奇了，云霄究竟是何等人物？没过几天，云霄，出来！红尘弟子，离赌约约定的时间尚有一段时日，你不去获取更多的功勋，怎么直接就来了？云霄，我原本敬你是云氏地族少主，和我一样，同为守关人子嗣，应该有胸襟与魄力，坦坦荡荡。没想到你为了要赢得赌约，竟然行如此卑劣之事。我怎么卑劣了？2个3等功勋，斩杀大帝。云霄，是谁出手帮了你？不会是天涯大帝吧？怎么可能？你当我傻吗？这不是作弊是什么？难道红尘弟子要对云霄少主出手？这2人争斗起来可太有看头了。不服吗？没关系，你也可以去杀一个大帝，只要不让他人帮助，你自己动用什么手段都可以。我虽然也动用了一些特殊手段，但自始至终就只有我一个人，并没有其他人在旁协助。你是用什么手段斩杀氏族大帝的？这种秘密会告诉你吗？你会把你的所有底牌都告诉我吗？不过你放心，我这手段也只能使用1次而已，我可没有那么逆天，能随时斩杀大帝。你也不用担心我会再去斩杀几个大帝，立下更大的功勋。不论如何，这场赌约都不作数。先不说这场赌约最开始是否公平，我以1年的功勋去比你所有积累的功勋，在这点上，你恐怕不会讲究什么公平吧？哼，这个就不提了，毕竟我也同意了。但是你说我作弊，那我就问你一句，你的功勋又有多少是凭借自己的实力获取的？而有多少是托关系，借助他人的力量分得的？本少主再如何，好歹也是凭借自己的手段获取功勋，从来都没有他人协助。而你的那些功勋，有多少是加入了一些王牌队伍蹭来的？我没有计较你那些含着水货的功勋，你反倒来计较我作弊，这合理吗？当然，你想反悔也可以，但我并不觉得你不会受到天道誓言的惩罚。到时候身为守关人的子嗣，修炼之路断绝，那会承受多少非议和鄙夷，就不用我多说了吧。那可真是比死还要难受啊！该死，我怎么招惹到了这种人？云霄，你真的确定要红尘商会吗？小心吃多了撑死。哼，这就不劳你费心了。这家伙，难道真是破神境级别的存在？这是红尘令，也是红尘商会会长的象征。有了红尘令，你可以调动红尘商会的所有资源和人脉，所有人都会听你的。不愧是守关人的子嗣，有魄力。但见君逍遥竟是直接将这红尘令给了李飞檐。云霄少主，这……你之前是红尘拍卖行的主事人，眼界手腕都有，
而且对红尘商会应该也有一定的了解，所以之后就由你暂时接管红尘商会，要尽力将其融入到军地庭当中。我也相信你的手段。是。云霄，山不转水转，谁能知道你吃下的这块肉，日后会不会吐出来？那就不劳你操心了。云霄少主真是神了！我看哪怕在三皇壁垒，他的威望也是无人能及。是啊，即便是其他守关人的子嗣或者弟子，估计也比不上云霄少主吧。君逍遥和红尘弟子的1年赌约就这样落幕。陆星灵等人前往了镇魔关，而君逍遥等人则是回到了云氏地族，又通过传送阵前往了玄黄宇宙。红尘商会如果能吞下，对我军地庭来说，的确是很有利的事情。所以接下来，我想让月神前辈前往红尘商会坐镇。另外，苍月，你可以和李飞岩一同执掌红尘商会，让其成为军地庭的一部分。苍月遵命。红尘商会在红尘宇宙之中。云霄少主，不，应该是会长大人。我红尘商会自是愿意加入军地庭。很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其实对于你们而言，跟随谁并不重要，谁能给你们未来，谁才值得效忠。而我身为玄黄宇宙之主，能够给你们很多，甚至你们都可以去玄黄宇宙中修炼。但既然享受了，那同样也得有所付出。我军地庭容不得脑后有反骨的人。之后要做的事情就是将红尘商会的大本营从红尘宇宙转移到玄黄宇宙，这就无需君逍遥操心了，自然会有人办妥这件事儿。而接下来，君逍遥也是回到了玄黄宇宙。2株相辅相成的半仙药，加上能增幅药性的9星神药，还有其他辅药，再加上融入的一部分万物母气，此丹药可称为龙凤地丹。有了龙凤地丹，还有一滴雷结液，看来这次肉身应该会有不小的进步。这个年轻人真的很不简单。看来之前龟家的占卜果然没错，天命在谁其实并不重要，谁有能力将天命都踩在脚下，那才重要。我玄武神殿貌似没有选错道路。1个月时间之后，300万须弥世界，离1000万须弥世界虽然依旧有差距，但并非遥不可及。是有什么事情吗？有魔君本源拥有者想拉拢傲月小姐，与她联姻。痴心妄想，是之前在3圣空间里逃走的那个人吗？并非那个人，那个人是魔煞子找到的魔君本源拥有者，名叫古念。不过他现在在魔之右手渊皇一脉的阵营里。我所指的那个想与傲月小姐联姻的人，是魔之左手邪主一脉所找到的魔君本源拥有者，名叫木狼牙。他的来历极为不凡，貌似得到了某一强者传承，实力深不可测。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消息？还有就是七绝域有可能要开启了。七绝域？是，七绝域是魔法界内的一处秘地，魔君的佩剑就在其中，只有拥有魔君本源的人才有可能取得。那木狼牙的目的就是取得魔君佩剑，然后再将傲月小姐联姻。不过渊皇一脉的古孽显然不会坐视木狼牙取得魔君佩剑，拉拢傲月小姐，所以与其说这是木狼牙和古孽2位魔君本源拥有者的斗争，不如说是邪主一脉和渊皇一脉拉拢魔后一脉的斗争。魔君的佩剑。恭喜宿主，新的签到地已刷新，请在魔法界七绝域签到。哦，那七绝域只有拥有魔君本源的人才能进入吗？那倒也不是，七绝域开启将会有一批末日神教天骄进入历练，其中也有其他机缘，甚至如果有能力，可以向魔君本源拥有者发起挑战，掠夺魔君本源。还能这样？那是当然，不，末日神教本就崇尚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如果连魔君本源都保不住，那就证明他并不适合成为魔君的继任者。原来如此，
那还有其他什么方法进入七绝域吗？倒是还有一个机会，那就是魔后一脉的魔妃屈红鸾要举办寿宴，将会广邀一批魔道势力和群雄。若是在寿宴上有表现良好的天骄，也有进入七绝域的资格。那行。对了，公子，那屈红鸾也是魔后一脉中的大人物，而且对魔后并没有什么好感，所以如果公子能有办法对付那屈红鸾，或许对傲月小姐掌控魔后一脉有很大帮助。屈红鸾，公子呀，其实你稍微牺牲一点就可以了，估计很容易讨到屈红鸾的欢心呢。我明白了，接下来你替我去找到一个能够信任的魔道势力加入，我要前往魔法界，进入七绝域。明白。对了，公子，你进入魔法界的事情要告诉傲月小姐吗？不用，她或许也有她的计划，如果她知道我去，说不定还会影响到她。等时候到了，我自然会去见她。这是一处大千世界，其中有一方魔道势力，名叫九煞门。战皇大人，没想到你还记得我九煞门。你们可曾都是战皇府的一份子？本皇又怎么会忘记你们？对了，战皇大人，听说之前您的配兵斗天神戟被那云氏少主夺走了。大人误会了，在下并不是有什么特殊意思，只是想说，或许大人会对一个机缘感兴趣。什么机缘？接着，这位九煞门门主也是将一些情况讲了出来。末日神教，魔妃屈红鸾，七绝域，魔君佩剑。也就是说，只要在那屈红鸾的寿宴上有表现，就能进入七绝域。正是如此。那好，你便去安排一下，本皇要前往魔法界。若是到时候我有所收获，会记得你们的功劳。多谢大人。我就不信了，都3次了，难道这次他还能混进魔法界，出现在我面前？哼，云霄，虽然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方法能在三皇壁垒取得那般功勋，但只要我把握住了这次的机缘，下次再见，吃瘪的人将会是你。哼，事情办好了？办好了。之后婉儿会带公子前往一处名叫玄魔宗的势力，玄魔宗也在这次寿宴的邀请之列，而且完全可以信任。那好，走吧。魔法界是一个单体宇宙级别的世界。是邪主一脉的那一位，雾狼牙，他果然来了。渊皇一脉的古聂也来了。就是他们2人吗？都身怀魔君本源。他竟然也来了，看来是打着魔君佩剑的主意，想弥补他所损失的机缘吗？今日多谢诸位前来参加宴会。我知道你们来此还有一个目的，很简单，设下擂台，让你们的天骄后辈都在其中，谁能让我看得尽兴，谁能最后留在擂台上，谁就有进入七绝域的资格。好了，到此为止吧，看厌了。慢着，我也要进入七绝域。那你为何不参战？很简单，本公子不想当表演的小丑。这位兄台，你有些过了，这可是魔妃的寿宴。魔妃大人，不如我们打个赌如何？什么赌？我出一招，若这些留下的天骄没有被击退，算我输。到时任凭魔妃处置。哼，那你挑一个人吧。我不是要挑谁，我是说所有人。好。君逍遥二话不说，直接对着擂台上的众天骄一掌轰出。此人，兄台，你未免太过霸道了。你若进入七绝域，也只会扰乱竞争。不错，你有资格进入七绝域。我记得这位公子好像是玄魔宗的人。玄魔宗什么时候出了这样一位妖孽了？听说在三教那边，风头最盛的天骄乃是如门掌令者云氏地族少主。之前云氏少主还在三皇壁垒
创下了惊人的功勋，震撼界海呀！我看这位白发男子，他的实力或许有可能和那位云氏少主抗衡。是啊，我魔道真是能人辈出啊！看来那云氏少主也并非没有对手。在下公子苏，这位兄台的实力倒是好生惊人，希望到时候在七绝域，兄台能手下留情。哪里？此人修为深不可测，是个威胁，得想办法解决。摆什么架子？我注定是日后的新任魔君，到时候你还不是要臣服于我，讨我的欢心？这位公子，我家魔妃大人想邀请你前往一叙。可以。这位公子，你不是玄魔宗的人吧？的确不是。那你的目的只是单纯想进入七绝域？那是自然，没有人会拒绝获得魔君佩剑的机会吧？魔君佩剑，那可是唯有魔君本源拥有者才可能取得的东西，这恐怕要让公子你失望了。不到最后，谁知道结果如何呢？我的脚忽然有些酸，公子愿不愿意帮我揉揉呢？抱歉，容我拒绝。倒真是一位可爱的小公子啊，就让我看看你的庐山真面目吧。魔君大人，魔妃怕是认错人了吧？是魔君本源。公子，你可真让妾身惊讶了。你觉得我会是日后的魔君吗？那是当然。你暂时不要把我拥有魔君本人的事情透露出去。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我不希望你和魔后起什么争执，更不要去刁难她，明白吗？妾身明白了。公子，不暂时留在妾身这里吗？我还有其他事情。看着君逍遥离去的背影，还真是冷淡呢。不过这一点也和魔君大人很像，简直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那没关系，这块肉迟早会吃到的，不过是早晚的问题。另一边，在魔后一脉的主要地盘，魔后大人，魔妃屈红鸾那边派人来到，这一次魔后一脉要统一战线，步调一致，以应对邪主和渊皇一脉的野心。哦，接下来就是七绝域的事情了。哼，木狼牙那家伙想得到魔君佩剑，然后名正言顺地成为魔君传人，并且要与我联姻。哼，如果他能来的话，算了，想什么呢？反正他也不可能来。时间推移，过了约莫1个月后，皓月姑娘，这次七绝域，不知我们有没有合作的机会？谁让你这么称呼我的？跟你很熟吗？没关系，等我在七绝域取得魔君佩剑，便有资格成为真正的魔君传人，迎娶你。到时候我们就熟了。好了，人员差不多都到齐了，接下来你们将进入七绝域之中。七绝域中虽然有诸多机缘，但也有凶险。首先，有一些三教囚徒被镇在其中，虽然是你们历练的靶子，但也有被反杀的可能。另外，七绝域最深处的七罪幻境，若是没点实力，还是别进去为好。到时候若困在其中，会成为行尸走肉，甚至连元神都将永久被禁锢。恭喜宿主已到达签到第7绝域，获得7星奖励七罪之种。七罪之种，七罪之力，七绝域深处的七罪幻境，难道是因为这个缘故吗？之前末日神教之人说，七罪幻境十分凶险，甚至元神都有可能被永久困缚禁锢。而现在有了七罪之种，那七罪幻境对我而言，不仅不是凶险之地，甚至应该还是某种机缘。魔道的杂碎，死来！你是稷下学宫的修士？哼，是又如何？
要杀便杀，反正与其当囚徒，不如死个痛快。有骨气，你这魔道中人是在嘲讽我吗？你是魔道贼子，要杀便杀，拿着假东西忽悠我做什么？可君逍遥催动儒门功法，浩然圣心也是催动。君逍遥简单解释了2句。见过掌令者。被囚禁在七绝狱中的三教修士应该不少吧？你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待着，之后我出去的时候会找个理由把你带出去。多谢掌令者大人。不过，还有几位同门师兄师姐也被困在其中，或许在被魔道天骄猎杀。希望大人也能够想办法救他们一命啊！可以。这些三教修士实力倒是不弱，不过也好，越是反抗，越能磨练我们的神通技巧。你们这些魔道贼子是不会有好下场的。此女倒是不错，可以拿来当炉鼎。末日神教应该也不会计较这几个囚徒的死活吧？敢侮辱师姐，找死！一群囚徒而已，还敢反抗，可笑之极。没错，做我的炉鼎，我还能带你离开这里，何必在这里任人鱼肉呢？是那一位，竟然碰到他了。他可不是什么善茬啊！这位兄台，你是要？如果兄台想要，那请便，我们这就离开。君逍遥没说什么，直接抬掌而起。你们是稷下学宫的人吧？阁下，你……君逍遥拿出了儒门圣令，并且释放出了浩然之气，简单解释了2句。掌令者大人，接下来你们找个安全的地方待着，之后我离开七绝狱时会把你们带出去。多谢大人。大人，那个……大人，你有什么事就去忙吧，我们会顾好自己的。乔灵师姐，你为什么打断我的话？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无非就是想让云霄大人去救其余的三教修士，但你觉得这可能吗？而且，云霄大人来此，必然是有其他要紧的事情。他能随手救下我们几人，已经是仁至义尽了。所以我们怎么能再给云霄大人添麻烦呢？原来是魔后大人，在我面前还装什么？怎么，我脸上有花？才没有。不过你这样也还不错。我算是明白了，那屈红鸾为什么会变官？难道是因为你？没错，不过是用了一点小手段而已，那屈红鸾就顺服了。小手段？这……你在想什么呢？我怎么可能会做那种事啊？那屈红鸾还没有资格动我的一根手指。我没想到，你真会来魔法界找我。有些苍蝇要烦扰你，我怎么可能不来？不过说真的，我家傲月的确是有些受欢迎啊。木狼牙那只癞蛤蟆就别说了，那斗天战皇转世，看来对你也有心思。斗天战皇转世，逍遥，这件事应该很重要吧？你告诉我，这有什么？我们之前本来就有合作的约定，况且你在我眼中可不是什么外人，是我最值得信任的人。不过这李无双倒是一枚可以利用的棋子，眼下暂时不必暴露他的身份。我知道。好了，傲月，我这里怕还有些小麻烦，就暂时不跟你一起了。等到七绝狱最深处，七罪幻境，我们再会合吧。麻烦？什么麻烦？需要我帮忙解决吗？没必要，或许连麻烦都算不上。那好，你要小心。那位公子苏，真以为我一点察觉都没有吗？难道真会如我所想那样？公子苏，你这待人之道可是有些直接啊。你已经察觉到了？当然。哼，看来本公子还是小看你了。我们之间好像并没有什么过节吧？过节？当然没有。不过你的确是一个很危险的人，天资太妖孽了。怎么，这年头
天赋妖孽都是罪了？天赋妖孽不是罪，但是在你这等魔道中人身上，那就是罪。不差。这神通招式好像不是魔灵谷的魔道招式啊。下一招，君逍遥的拳风化掌，直取公子苏的胸口，拍击而去。你无耻！怎么，一个大男人还扭扭捏捏的？废话少说，你这魔道贼子，该死！好了，玩笑也开得差不多了。三清道门的道友，可否暂时停手？我只是觉得自己人不应该对自己人动手吧。谁跟你是自己人？君逍遥闻言，拿出了如门圣令。这如门圣令，你怎么会有这东西？难道云霄少主？三清道门的道友撤下信了。原来是这样，云霄少主竟然也潜入了这里。久闻道门大师姐之名，没想到第一次见面竟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倒也没有扭捏，身形一转，摇身一变。正式认识一下，我叫苏灵韵。久闻苏姑娘之名，之前也听关洪虎等人说过，今日一见，果真不凡。哼，好了，云霄少主，客套话就别说了。之前你应该察觉到我身份了吧？有所察觉。那你还与我一战，甚至还肉身相搏，吃我豆腐？不过是见猎欣喜，想试探一下苏姑娘的能力罢了。哼，所以你就往人家胸口上打呀？那是意外。那时候我也没有100%确定你的身份，只是略有猜测。直到苏姑娘施展出了道门9字真言，方才完全确定。哼，那好吧。不过我倒是没想到，云霄少主竟然也会潜入魔法界。那时候差点就想除掉你了。道门9字真言果真名不虚传，听说能领悟1、2个真言就已经很难得了，苏姑娘却能领悟如此之多。哼，哪里？云霄少主的实力才超乎我的想象，真的，不是客套话。不过，我倒是没想到，东方地族那位血公主，竟然是魔后转世。对了，关于这件事，我要跟你解释一下。君逍遥也是将其中的一些原委告诉了苏灵韵。什么？竟然是这样！所以，我和东方傲月都有所谋划，还希望苏姑娘不要将傲月是魔后的消息告诉外界。啊，看来你们之间的关系也不简单啊。哼，放心吧，我也不是那种大嘴巴的人。你们的谋划应该能把末日神教坑惨吧？这对三教也有利。但眼下，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一样的。魔君本源拥有者，还有魔君佩剑。我觉得接下来我们也可以合作。可以，不过提前提醒你一下，九煞门的那个天骄要小心。我明白了。那行，先分头离开。若是到了七绝域最深处，或许有合作的机会。看着君逍遥的背影，不愧是这一代的掌令者，实力深不可测，而且似乎已经对末日神教有了什么谋划。哼，不过没关系，只要是对三教有利，那就无所谓。接下来也该进入七罪幻境了吧？不知道是否和之前签到的七罪之主有什么联系？这便是七罪幻境吗？七罪的力量吗？有点意思。这股力量的来源应该就是来自于魔君的佩剑了。之前也曾听说过，末日神教有时会驱赶一些囚徒进入七罪幻境中。现在看来，那些囚徒本身就是养料，用来温养魔剑七罪。若是无法走出七罪幻境，元神都会被魔剑七罪彻底吸收。就这？君当作磐石，一切当作蒲草，蒲草韧如丝，磐石无转意。还是有些小看了呀。等着，我会让你再出现在我的面前。这一天绝不遥远。有了七罪之种，这对其他人而言堪称凶险绝境的七罪幻境，对我来说就像是后花园一般。这样的话倒是有些无趣了。这七罪之种既然能吸收七罪之力，自然也能影响七罪之力，说不定
也可以影响七罪幻境。这样一来，若是其他人陷入了幻境，我是否可以通过七罪之种去产生影响，可以让其解脱，也可以让其陷得更深？老黄，冷静下来，这不过是七罪幻境而已。啊，不是我要针对你，实在是巧合啊。也该差不多了吧？我他妈，该死，怎么会这样？可恨，为了魔君佩剑，我必须走出七罪幻境。不愧是曾经的一代猛人，斗天战皇，是个狠人，对自己都这么狠。韭菜留着慢慢割，不能直接把根儿刨了。而东方傲月一直以来就有一个执念，一个心结。此刻陷入七罪幻境的东方傲月，眼前的景象变幻。娘亲，你又呕血了，我叫小姐姐去拿药。别，不用麻烦香，什么药都无用了。不会的，娘亲不会死的，娘亲还要陪着傲月，一直陪着。小傲月，小傲月，以后哪怕只有你一个人，你也要坚强，明白吗？娘亲，我知道，娘亲，小姐姐跟我说了，那个坏人，都是因为那个坏人，娘亲才会变成这样子。小傲月，不要去恨任何人，这就是娘亲的命。为什么？明明娘亲没有错，明明娘亲才是受伤最深的那个人，为什么那个坏人却能活得那么好，把娘亲害得如此，还不闻不问？小傲月，答应我，别想这些，别去报仇，也别去恨任何人。不，我恨那个人这样对娘亲。小傲月，听话。你是大哥哥？你是谁？有我在，你就不必害怕。真的吗？当然。那大哥哥以后会一直在傲月身边吗？会。襄阳，看来是清醒过来了，没事就好。你都看到了。我只是觉得有些可惜。可惜什么？那个时候我没有在你身边。从前我的人生除了复仇别无他想，但是现在，襄阳，遇到了你之后，我觉得我或许还能多期待一点什么。复仇之路，我陪你。襄阳，你想知道什么，我都会告诉你。关于你的目标，你的复仇对象，令我娘陷入如此悲惨境地的人，来自界中界。界中界？那个人叫黎胜。那黎胜究竟有什么来头？连东方帝族都奈何不了。那黎胜乃是天皇阁的四方阁主之一。天皇阁？在我知道连东方帝族都无法替我娘亲报仇的时候，我就彻底明白了，这个世界什么都是假的，只有力量和权势是真的。我的力量还不够，我的权势也还不够，所以我要变得更强，比任何人都强势。只有这样，我才可以亲自站在黎胜的面前，废了他的修为，打断他的筋骨，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有生有世都跪在我娘的坟前忏悔。好了，傲月，你不必担心，我会陪你一起。逍遥，这是我的复仇目标，与你无关。傲月，你这是看不起我，还是把我当外人啊？我方才说过，复仇之路会陪着你，现在你要撇开我。不是这样的，绝对没有。好了，你就别大女子主义了。
虽然在你们东方地族女性的思维里，男性应该贤惠持家，但我怎么说，应该还算有点能力，能帮到你。小雅，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从一开始就是，明明那时候我们还不熟。我说过，我们前世有缘，你还不信？是吗？好的吧，那我现在信了。好了，差不多了，好像都忘了我们来此地的目的吧。小雅，我多么想这一刻成为永恒。放心，以后有的是时间。是吗？当然。我们先走出这片七罪幻境吧，怕是已经有些人走出去了。好。终于成功了！该死！没关系，自斩元神对于一般修士而言，基本上就是废了。但我不同，我是斗天战皇，这对我虽然有所损伤，但并非致命，只是需要时间疗养恢复。不过，只要能够得到魔剑七罪，付出这一点代价，还是值得的。这是意外发现的东西，这东西能够吸收七罪之力，从而影响七罪幻境。难怪那时候你会闯进我的幻境之中，看来也是因为这个东西。那是当然。不过还是要多谢这个东西，不然的话……魔剑所在地，魔剑七罪。魔剑七罪的确不凡。阁下，你真要与我为敌？与你为敌？你算哪根葱？招惹我，你绝对会后悔。作死！哇！他的实力怎么这么强？甚至给我感觉不输那云霄。看到那负伤逃遁而去的李无双，君逍遥没有去追。这就是魔剑七罪吗？终于看到了魔剑七罪。此地还真是热闹。你想死？皓月，何必这么抗拒呢？住嘴！你没资格这样称呼我。皓月，何必跟一只癞蛤蟆怄气？这样不值。云氏地族少主和东方地族大小姐，这也未免太劲爆了吧？我这算是吃了一嘴狗粮吗？你到底是谁？你没资格知道。也罢，在取得魔剑之前，就先把你这个碍眼的家伙铲除。你找死！让我来吧。然后轻飘飘的一掌盖压而去。有点东西。佛门神通？难道道皇大人所留下来的真言是真的？三教归元，在将来可能会出现一人，彻底将三教之道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佛门神通到底是谁？斩杀佛门中人得到的，不行吗？找死！这什么肉身？不愧是传说中万古无双的先天圣体道胎啊！竟然挡住了！真的该死！姑娘，还有另一位兄台，我们不如联手，不然的话，魔剑有可能被此人夺走。哼，我就不掺和了。姑娘，你我都身怀魔君本源，若是联手，绝对有希望。你也不必逃走了。是你，这一次，你可没那么幸运了。他交给我。啊！竟然是你！你竟然藏得这么深！所以不过多时，虎啮在一声不甘的嘶吼声中神形陨灭。皓月，你是魔后，我是魔君，然后我们一起主宰末日神教，不好吗？冥顽不灵！木狼牙整个人的身躯都是炸开。东方皓月目光转而看向在场剩下的公子苏。云霄少主，你家夫人好像想杀我。那个，皓月，这是自己人。这位是，认识一下吧，三清道门苏灵韵。抱歉，误会了。逍遥，
这些魔君本源你拿去吸收吧。这就不必了，我体内的魔君本源可比这些多得多。傲月，你炼化吧。苏姑娘，关于我们身怀魔君本源之事，也希望你不要传出去。那是当然，我知道，这也是你们计划中的一环吧。只要能靠末日神教对三教有利，我自然是支持的。东方姑娘真是有些了不得呀，不仅身怀魔后本源，还拥有魔君本源。我去宫殿外替你们守着吧，省得其他人打扰。苏姑娘，这魔剑，哼，无所谓了，反正我原本也没想着能带走魔剑，末日神教不会那么答应。如果是落在你们两人的掌控之中，那我也放心了。至少，你们俩都是埋在末日神教的一颗雷。而如果日后你们有能力掌控末日神教，说不定我三教还能不费一兵一卒就解决一位大敌，那岂不是美滋滋？那便劳烦苏姑娘了。不必客气，我们道门最喜欢结交善缘了，说不定日后我还要抱云霄少主你的大腿呢。哼，日后有事尽管找我。行，爽快。成功了。那么接下来，倒是一幕不错的戏呀。不对，那声音传来的方向是，这不就是我们的目标吗？你就是魔剑七尊。哼，有意思的人。可是如果是欺凌的话，怎么感觉不太对啊？怎么说呢？说他是欺凌也对，说不是也对。这，他并非单纯的欺凌，或者说，他曾经是一个人。你的感知果然不差。什么？活人？我名七罪妖灵，的确是魔剑七罪的器灵。我没有想到你们竟然藏得这么深，对末日神教有这么大的谋划。不过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是一个器灵啊，除了魔君大人，又有什么是值得我在乎的呢？那这魔剑本体，你们都身怀魔君本源，自然有资格得到。多谢了，傲月，我对这魔剑可并没有觊觎之心，它是你的。不过，我们现在倒是可以一起参悟一下。末法仙舟，这位魔君，倒还真是有些令人吃惊。毕竟是一代大佬，怎么可能没有一点手段？不过现在应该思考的是末法仙舟究竟在哪里？这末法仙舟一定不在末法界内，不然的话，邪主和渊皇等人早就开始争夺了。毕竟得到末法仙舟，基本上也等同于得到了魔君遗留的最大宝藏。或许寻找末法仙舟，本身也是对魔君传人的一种考验。的确有这个可能。或许邪主和渊皇等人也知晓末法仙舟的存在，但他们也并不知道地点。这就代表魔君对他们也并不是100%信任。接下来，末日神教的争斗，应该就是围绕着末法仙舟。所以接下来，傲月，魔剑七罪你一定要掌控在手中，说不定魔剑七罪能和末法仙舟有什么联系共鸣也不一定。明白，我也会动用魔后一脉的力量，尽量多搜集一些这方面的线索。好了，也差不多了，是时候该离开了。七绝域之行也是落下了帷幕，君逍遥和苏灵韵暗中离开了末法界。逍遥，喝茶，我也学会了泡茶呢。还有，要沐浴吗？我在玄黄宇宙里又发现了几个适合沐浴泡澡的地方。依依，你现在的身份可是一方多元宇宙之主，这些事让下人来干就行了。依依就是喜欢亲自服侍你，没有逍遥的话，我现在还只是一个受人欺负的人拔呢。1个月之后，君逍遥离开了玄黄宇宙，来到了云海宇宙。要去界中界吗？萧儿，你还真是一刻都停不下来啊！娘，没事，在这个大争之势，可不是歇息的时候。这点我倒是不反对。那界中界的确也是一处机缘遍地的宝地。萧儿去那种地方，说不定也会有不凡的收获。那会不会有什么麻烦？
这你可以放心。若是其他地族人去界中界，或许得稍微收敛一点，但萧儿嘛，完全不必在意。为什么？三皇势力虽强，但我云氏地族是好惹的吗？我云氏地族可和其他地族不同，所以萧儿去界中界，只要不是发生什么特殊情况，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碍。而且别忘了，萧儿现在也绝对算是一方强者了，毕竟连自斩的准帝都能击败。也对，我家萧儿也已经是一方强者了。好了，关于去往界中界之事，其实在久远前，在其他宇宙世界，也有不少通往界中界的古祭坛。只是随着三皇势力占据界中界，他们开始让界中界与界海进行切割，想把界中界打造成真正受界海亿万众生瞻仰的圣地。所以久而久之，这些古祭坛也是废除了。但我族尚掌握着几处前往界中界的古祭坛，不过因为太过久远的缘故，所以古祭坛的状况不太稳定，不能准确地传送到界中界的某一处地点。这倒是无所谓，我本来也想探索一番界中界的玄妙。你们觉得萧儿在界中界会闹出什么动静？根据以往的经验呢，动静怕是不会太小。坐等消息即可。多少岁月了，终于有人来到此地。是一点濒临湮灭的元神，竟然有如此强烈的恨意。难道真的是命定之人？不管了，先尝试一下吧。毕竟我已经在这里等待了无尽岁月。真是便宜你了，这可是其他人做梦都得不到的机缘。希望你不会让人失望吧。世道圣体，3天体质排名前30。当初因为修炼走火入魔，为祸界海，被主人随手镇压拍死。用来当你的躯体足够强了，至少在界海找不到几个比世道圣体更加霸道强悍的体质。身为船，道为桨，是换道，渡彼岸。我没死，不过眼下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为什么又活过来了？还有这身体，破禁级，我这就拥有了破禁级的力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有这处空间到底是什么地方？你终于醒了。你是谁？这里是哪里？你现在在仙域宝塔之内，而我是仙域宝塔的塔灵。仙域宝塔，塔灵。仙域宝塔乃是我家主人帝皇仙灵帝的仙灵3宝之一。仙灵3宝，仙域宝塔，难道我……怎么说呢？你有这份姻缘际遇的确不错，毕竟这么久了，我也只遇到了你而已。或许这就是代表冥冥中的某种缘，但严格来说，你现在只能算是1/3的帝皇传人。1/3？没错，主人留下了仙灵3宝，只有得到了全部的仙灵3宝，才有可能继承主人的衣钵传承。是吗？那这样的话，我还需要得到其他2宝才可以。看来你的确是有着很大的执念和恨意呢。不过也是，如果没有的话，你的一点元神就不可能留存至今。那是当然，这可是拜我那位好堂姐所赐。东方傲月，他不是想和你在一起吗？本小姐成全了他，你们母子在皇权下相见吧。也好，这样才有动力。塔灵前辈，我现在这情况……没什么，不过是拿世道圣体帮你重塑了身躯而已。世道圣体？这仙域宝塔内竟然有世道圣体这种罕见稀有的体质。你可知仙域宝塔是用来做什么的？的确不知。仙域宝塔共有9层，
每一层都关押着主人随手镇压的一些为祸界海的存在，比如地妖佛、古剑道尊、兽帝、妖天圣王、狂舞大帝、天魔大帝等等。这世道圣体也是如此，只不过他已经死了，所以刚好成全了你。另外，仙域宝塔中也有仙道物质等能量和宝物，足够你修炼了。甚至日后你实力提升，可以催动仙域宝塔，让那些被关押的囚犯给你诸多好处。若你彻底成长起来，甚至御使这些囚犯也并非没有可能。太好了，这是上天要给我一次机会，复仇的机会。不管怎样，还是先借助此地的仙道物质修炼发育一下。若是让我那狠心的堂姐知道我还活着，而且还有奇遇，绝对会毫不犹豫杀人夺宝。不过依照东方傲月的脾性，现在怕是整个东方地族都听他的话了。我虽然有奇遇，但是没有背景势力，寡不敌众。我需要找到一个新的背景撑腰，而且是要无惧东方地族的背景。界中界的地皇宫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但地皇宫具体是什么情况，我现在并不知晓。所以眼下应该还是要先提升自己的实力，适应世道圣体，等实力提升上去，再想办法去界中界。星星倒还算不错，谨慎机密，但最终是否真的能继承天命还不确定。毕竟不到最后关头，谁给谁做嫁衣并不清楚。希望你能走远点吧，毕竟你可是这么多岁月里我唯一遇见的人。界中界自古以来便是界海最负盛名的一处宝地世界，天皇阁。参见离圣阁主。不愧是离圣阁主，对外虽然威严，但却这么关心少司命大人，还真是父慈女孝。仙瑶，父亲大人，不必多礼，为父只是来看看你修炼的如何了。每日修炼，不敢有一日懈怠。不愧是我离圣的女儿，不错。仙瑶啊，你的确没有辜负你这太上道体的体质。父亲谬赞了，仙瑶对于太上道体的修炼还并不足，对于太上之力的参悟也并不纯熟。不论如何，仙瑶，你现在的实力在界中界新生一辈已经是顶层的存在了。不过接下来的界中界应该不会平静啊。界中界的气运之龙已经有出世的迹象。气运之龙，气运之龙乃是界中界气运的凝聚和体现，能得气运之龙之人都能分润到界中界的气运，而且气运之龙的出现也代表着关乎界中界的大机缘可能将要现世。所以气运之龙的动向我天皇阁必须要掌控，甚至必要时必须得夺到手。女儿明白，我之后会让人留意此事，也会找寻一些线索。对了，人皇殿、地皇宫都是找到了各自的传人。天皇传人虽然还未曾现身，但为父有预感，应该不会太迟。你还记得为父告诉你的使命吗？女儿明白。明白就好。你是天皇阁的少司命，将来注定是天皇传人的伴侣。以你的容貌和天赋，也足以配得上天皇传人。将来天皇传人君临界海，你就是界海的天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为父还有整个天皇阁都会为你感到荣耀。那好，仙瑶，你继续修炼吧。或许只是一个梦罢了，那位白衣男子并不存在。这是何地？看来这传送祭坛真的不是很靠谱啊！这难道是一处古矿？我的运气应该不至于这么差吧？莫非这处古矿内有什么机缘？不愧是界中界，一来就要给我送一份大礼吗？皇兄，我们究竟能不能进入天绝古矿的最深处啊？玉贤公主别担心，有我这詹天罗盘在，一定能顺利进入天绝古矿最深处。巫魔皇子，你的詹天罗盘已经算错几次了？我们带来的护卫都因为保护我们而陨落了。那只是意外。这天绝古矿深处残阵遍布，
岂能是那么轻易进入的？我能带你们来到这里，已经很不错了。玉贤，不得无礼。巫魔兄一番好心，也都是为了帮我们。可是找不到那件东西的话，父皇可能会死的。玉贤公主放心，我一定会带你们找到那岁月花。那是什么？小心，在这天绝古矿内，基本不可能有什么生灵。莫非是受诅咒的武士，还是其他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绝不可掉以轻心。以往也有一些古尸能幻化成俊男美女，可是不太像呀。总算看到人了。别过来，快跑！这绝对是万年级别的大凶古尸。感觉到脉搏了吗？还觉得我是古尸幻化的？还真是个误会，没想到还有其他人进入这天绝古矿之中。天绝古矿，原来这就是这地方的名字。啊，阁下，莫非不知道天绝古矿？实不相瞒，我并非界中界之人，只是因缘际遇，意外被传送到了此地。原来如此，不是界中界之人。原来不是界中界之人，只是意外落入了天绝古矿之内啊。在下玉虚皇朝太子玉轩，这位是皇妹玉贤，这位则是天巫皇朝的巫魔皇子，不知阁下面会。君逍遥，原来是君公子。君逍遥，君公子。既然如此，那再会了。君公子且慢，不知可否帮一个忙？事成之后，我玉虚皇朝必有厚报。君公子，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或许是个麻烦，不过我们必须要进入天绝古矿深处寻找岁月花，这样才有可能救得了我父皇，不然的话，他可能会死。你父亲的伤需要岁月花医治。没错，君公子，我父皇得的是大道之伤，传闻岁月花可以治愈大道之伤。大道之伤？这天绝古矿内竟然有这种东西！如果当初不是为了那圣龙血，或许还有回转的余地，但谁能想到，一个原本日渐式微的大周皇朝，会忽然出现能够击伤父皇的强者。也罢，日行一善，功满3000，力所能及之事，应当为之。太好了，多谢君公子。这位君公子不仅容颜绝世，连心地都这么善良。真好，有君公子相助，此行的把握就大多了。不过话说在前头，如果真得到了岁月花，我需要一部分。那是当然，至于父皇，只需要一半岁月花就足够了。各位，天绝古矿深处残阵遍布，凶险遍地，若是想彻底深入，还得需要我这詹天罗盘才行。可你都已经算错几次了，还害死了护卫。好了，诸位，我们还是继续深入吧。父皇的伤拖得越久越不利。接下来，君逍遥等人也是终于来到了漆黑古矿的洞口处。这下麻烦了，且让我推算一番。何必那么麻烦，直接横推即可。君逍遥话落，一掌横推而出。岁月之力吗？看来的确有岁月花的踪迹。是岁月花。既然玉贤公主事情完成，那我就不久留了。岁月花既然已经得到，你们的父皇应该也有救了。那君某也该离去了。两位，后会有期。不要！君公子初来界中界，应该也没有什么目标和落脚之地吧？这的确。不久之后，百国大战将开启，到时候会有传承书院的前辈前来招生。传承书院乃是北天界域的顶流书院，我观君公子实力非凡，定能入传承书院，这样也算是在界中界落脚了吧？北天界域，百国大战，传承书院。啊，差点忘了，君公子还并不知晓界中界的情况，我便大概说一下。随即，玉轩太子也是向君逍遥大致讲解了一下界中界的情况。原来是这样。怎么，君公子觉得如何？若是愿意，可先前往我玉虚皇朝暂时落脚，之后便可一起参加百国大战。也罢，我现在暂时也没什么去处，倒是要叨扰一番了。君公子客气了。对了，你们知道三皇势力吗？他们的驻地在何处？
当然知晓了。三皇势力乃是界中界的主宰，不过他们并不在北天界域。天皇阁在东天界域，帝皇宫在西天界域，人皇殿在南天界域。君公子问这个干什么？啊，不过好奇罢了。君公子，有些事情可以先告诉你。你日后若是碰到三皇势力的人，可千万别招惹。三皇势力在界中界基本上是横行霸道，无人能阻。哪怕强如传承书院等不朽势力，在三皇势力面前，虽不至于臣服，但是也得退让一二。对了，我前段时间更是听说过一件事情，三皇势力之一的人皇殿，就在之前还从界海接应了一位传人，那位传人可不得了呀，天资妖孽，还拔出了人皇剑，乃是正统的人皇传人。那等人物，可不是我们能触及到的存在。人皇传人又如何？我又没见过。我觉得君公子也很强啊，应该不比那人皇传人弱。云溪那妮子在西天界域吗？看来还得过一段时间再去。对了，你们说你们父亲的伤乃是大道之伤，能留下大道之伤的，应该都是实力不凡的强者才对。当然，如果不合适说的话，那便算了。哪里？没有什么不能说的，这又不是什么秘密。接下来，玉轩太子也是大概讲了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对了，你们两人炼化了那周末的圣龙血，能否展示一下？当然可以。果然，只是一个幌子吗？你们虽然炼化了这圣龙血，但并没有领悟其中的玄妙吧？没错，这圣龙血好是好，但总感觉在排斥我们。其实这很正常，本就不是你们的东西，强行炼化又怎能适应？君公子，这……你们之前从未发掘出圣龙血真正的玄妙。君公子真乃神人也。顺手而已，不必介意。君逍遥来到了玉虚皇朝的所在地。父皇，我们找到了可以给你医治伤势的岁月花。什么？真的，父皇？这真是岁月花？可你们不对，你们的境界……父皇，我们遇到贵人了。接下来他们也是简单的把一些事情告诉了玉虚皇主。从界海其他宇宙世界而来的年轻后辈，却有如此能力。你们做得不错，这等人物不说彻底拉拢，但也不能随随便便得罪。为父要先调养伤势，之后再亲自见一见那位小友。还真是一个吃货，不过似乎越来越有灵性了。难道是因为炼化了虚空仙金和时光仙金，所以大罗剑胎也是带上了一点空间和时间的属性？这位小友便是朕的救命恩人吧？皇主客气了，君某也不过做了一些力所能及之事罢了。小友太过自谦了，想必小友对传承书院也有所想法吧？仙儿，这段时间你可要好好关照这位小友，知道吗？君逍遥暂时在玉虚皇朝落脚，他的目的不是百国大战，也不是传承书院，而是那周牧。发生什么事了？是关于大周皇朝的。那大周皇朝的周牧，竟然也要参加百国大战。他一个失去了圣龙血的废人，有什么能力去参加百国大战？看来那周牧是有些底气了。没有了圣龙血，他还能有什么底牌？而且，多亏了君公子替我们彻底炼化了圣龙血，让我们实力都提升了一大截。哼，可没那么简单啊！你们想想，大周为何国力突然鼎盛，而且还主动出击？最后更是有神秘强者出手，击伤玉虚皇主。君公子的意思是，这一切都和周牧有关？可那周牧只是一个失去了圣龙血的废人啊！别说我现在境界提升了不少，便是没有提升，也足以对付他。谁知道呢？毕竟30年河东，30年河西。君公子说的是我有些大意了。谁知道那周牧会不会有什么奇遇？不过，如果那周牧真的加入了传承书院，那倒是有些麻烦了。能阻止，得尽量阻止。你准备做什么？不论那周牧是真有底气，还是故弄玄虚，都无所谓。我也结交了不少皇朝的天才朋友。等百国大战开启，我便联系那些天才朋友一起围猎，对付那周牧。
百国星域，大周皇朝国都深处。想必我现在的实力，足以在百国大战上给玉轩太子还有玉虚王朝一个惊喜吧。风水轮流转，人生真的是很难料啊。不过，气运之龙或许不止一条，而且我的这条气运之龙未免有些小了，应该并非全部。不过我可以通过它找到真正完整的气运金龙。接下来就是百国大战，不知道洛洛他会不会感兴趣。周末，你来啦！这次来是想跟你说一些新鲜事儿，比如百国大战的事情。周牧也是把一些事情跟洛洛说了。上百个皇朝的人聚集在一起比试，应该很好玩，很热闹吧？那个，周末，你可不可以带我去参加百国大战啊？待在这里实在是太无聊了。这没问题吗？你好像不能离开此地太久啊。啊，没事的，玩几天就回来。那好吧，到时候我会关照你的。百国大战，就是我周牧与界中界崛起的起点。终于在过了一段时间后，百国大战的日子临近了。师尊，为什么偏偏是你被分配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来？不管怎样，这是书院发下的任务，还是要完成的。而且我们若不来，说不定就错过了一些不错的苗子呢。师尊，你就安慰自己吧。百国星域，哪怕在北天界域都是偏僻之地，这等穷乡僻壤，怎么可能会出什么天才？往届都是一些平庸的泛泛之辈，这次应该也一样，不会出现什么任务。不过是让师尊你白跑一趟罢了。不管有没有，总得找一批人回去。若是继续这样下去，若干年后，我传承书院岂不是无人了？那三皇书院太可恶了，界中界几乎一半的天骄都被他们收走了，现在更过分，竟然还准备来北天界域招收天才。谁叫三皇书院背靠三皇势力呢？现在人皇殿的传人出现，帝皇宫听闻也从界中界找来了一位女传人，天皇阁估计也快了。到时候以三皇传人为名号，让所有天骄都追随三皇传人的脚步，那时候我们传承书院才是真正难过了。好了，不说了，看这次能发掘出几位人才吧。百国大战的举办地乃是位于百国星域北部一处名为焚天古战场的绝地。那位好像是玉虚皇朝的玉轩太子和玉贤公主。不过他们怎么跟在一位白衣公子后面啊？啊，那位白衣公子好帅啊！玉虚皇朝，那人是……还真是山水有相逢啊！周牧，你一个失去了圣龙血的废人，还想参加百国大战，加入传承书院？哼，还好意思说？我的圣龙血用的可还顺畅？哼，这你就不用担心了。多亏了君公子，这圣龙血早已被我们兄妹彻底炼化。什么？阁下究竟是何来路？为何会和玉轩太子在一起？这位公子，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呀？我觉得，或许在梦里见过吧。梦里？舒姑娘这般角色，怕是只有在梦里才会相会。所以，君某也算说对了吧？周牧，这百国大战，就是你的终点。这句话，原封送还。好了，洛洛，我们走吧。可是，之前击伤玉虚皇主的那位神秘强者，应该和那位少女有关。什么？不过，你们不要动他，我有用处。明白。有意思，这周牧看来是准备在百国大战上加深感情了，说不定还会来一出英雄救美什么的。但可惜，此女我要了。百国大战将要开启，废话也就不多说了。这次，同样由我传承书院的一位长老来此。若是你们其中有表现出色的，则有可能被长老看中。接下来，每个参加百国大战的修士都会得到一枚令牌，里面有10点基础积分。在焚天古战场内斩杀荒兽、太古遗种等，都可以得到积分。此外，得到了一些前人传承机缘什么的，也可以得到积分。当然，
积分是可以互相抢夺的。最后积分最多、表现出色者，才有可能被我传承书院看中。玉轩太子，这位公子是谁啊？也不跟我们这些朋友介绍一下？这位是君逍遥君公子，到时候进入焚天谷战场，若是遇到他，可是要好好仰仗一下。对了，那人就是玉轩兄要围剿的对象吗？看上去不怎么样啊。还是不要小觑吧。玉轩兄放心，有我们一起出手，那周牧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必死无疑。若是在焚天谷战场内碰上，倒是可以掂量一下此人的境界和实力。洛洛，如果在焚天谷战场内遇到什么危险，直接捏碎这枚玉剑，我会尽快赶到。哦。焚天谷战场内，君逍遥落在了其中一个区域。无趣。周牧也是被传送到了一片区域。还有那玉轩，想必也快要动手了吧？不过这样也好，正合我意。师尊，那些天骄已经开始进入焚天谷战场了。希望能有几个稍微出色一点的吧。师尊，你看，这人倒是有点意思啊。大周皇朝周牧，这人是谁啊？没有听说过。但他的积分上升的很快，的确有些不一般呢。但现在百国大战方才开启，笑到最后的才是赢家。周牧，不管你有什么底牌手段，这焚天谷战场都是你的葬身地。哦，是吗？这小子还在这摆谱呢，找死！周牧一招横突，那位皇朝天骄直接就被打爆。这怎么回事？无上玄尊之境，他竟然达到了无上玄尊之境！宇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的实力，快跑！哼，想跑？今天一个都别想走！什么叫置之死地而后生？明白吗？今日便将我的圣龙血夺回来！自愧！君公子，是君公子，不知不觉在我身上埋伏下了手段。他难道已经知道我面对周牧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该死！难道是那玉虚皇主给他的护身手段？还是说……不可能！这一世手段威力如此之强，不可能是那人设下的。他的年纪最多也就跟我们差不多。算你走运，让你多活几天。已经碰上了吗？触发了我所留下的神通印记。情况还是如我所料，一出废柴逆袭，震惊四方的好戏。勘察一下那位少女的动向。不知是哪位阁下，窥视战场有何意图？怎么了，师尊？方才我察觉到了一股极为恐怖的神魂力量。怎么会？那股神魂力量应该已经达到了恒沙级的圆满，哪怕是专注修炼元神之道的准帝，也罕有能达到这般境界之人。怎么可能啊？在这百国星域会有这样的强者吗？不知道，那位强者似乎没有动静，难道只是路过好奇？看来周牧等待的英雄救美的机会已经到了，不过只是徒作嫁衣而已。君逍遥笑了笑，他身形一震，另一个他出现，正是圣体异象法身。君逍遥本尊前往那少女所在的方位，而异象法身则是前往周牧那边掠去。焚天谷战场一处区域之内，你们要做什么？我也不说什么，把这小兽留下，你可以滚了。你竟然想要元宝，那可是我的宠物。什么你的？本公主看中了，那就是我的东西。可是，你不能随便抢别人的东西啊！笑死人了！哪里来的傻白甜啊？说话如此幼稚。这位姑娘，你还是识相点，交出这小兽。这只宠物来历不凡呐，怎么感觉有点像貔貅啊？这等稀有瑞兽，怎么可能出现在此地啊？
貔貅又如何？刚好我这有罗天网，还有阵符，可以想办法镇压此兽。是你，阁下之前和玉虚皇朝的玉轩等人在一起，看来是真的和他们有关系了。有没有关系又如何？那阁下可知道，玉轩都已经被我狼狈击溃，你想要阻止我，可想好代价了？代价？哼！周穆见状，很是干脆，无上玄尊级别的气息爆发而出。你现在还觉得我的话很可笑吗？当然可笑。金逍遥探出一指，对着周穆点落而下。你，记住，有些人不是你有资格染指的。金逍遥法身转身离去。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放弃洛洛的。我要变得更强，破除你这个阻碍。接下来我要做的，就是进入传承书院，前往更广阔的舞台。不过眼下需要疗伤。可恶，洛洛那边。跑啊，臭丫头，你怎么不跑呢？这真的是貔貅吗？我怎么感觉是只狗啊？可能还处于幼年期，未曾蜕变吧。小心，不可小觑。尽收罗天网，还有阵符。臭丫头，上天为什么要给你这傻白甜这种容貌？他不该出现在你的脸上。如此之多的人一起欺负一个小姑娘，还真是有脸呢。是谁？想英雄救美吗？这位公子，我等来自大禹皇朝，还请不要插手。金逍遥眼神毫无波动，他一巴掌横出，敢对公主出手，找死！顷刻间，那7位皇朝天骄就如同下饺子一般，纷纷坠落，直接身陨。姑娘无碍吧？多谢公子救了我和元宝，我叫洛洛。洛洛，这百国大战内处处都有凶险，不介意的话，同行吧。当然可以。而接下来，君逍遥也是开始和洛洛同行，两人聊天，关系也是逐渐熟人。哇，外面的世界竟然这么大！那是自然，若有机会，可以带你去看看。真的吗？抱歉啊，元宝对任何人都这样，除了我和几位师傅外，并不和谁亲近。几位师傅？在君逍遥持续不断的投喂之下，元宝的心房也是被攻破。元宝，你也太贪了吧！母的。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一人找到了君逍遥，自然是玉轩太子。君公子，拜托你救救玉姐。他怎么了？他被那周穆绑架了，威胁要我前去救他，可我去，也不过是送死罢了。什么？周穆他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去看看。另一边，一处荒原之上，周穆，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我皇兄是不会来的。他会来的，不但他会来，还有那人也会来。我倒要看看，你的命在他心中值几个钱。哼，你看，这不就来了？周穆，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洛洛，你为什么会跟他在一起？是逍遥他救了我和元宝。洛洛，你可知道，在你陷入危险的时候，我是准备去救你的，但是却被此人拦住，还被他所伤。周穆，你在说什么？我捏碎玉简后没多久，逍遥就来救我了。他现在在救我，又怎么可能去阻拦你呢？周穆，你难道在撒谎？君逍遥脚步一踏，仿佛瞬移一般，那被束缚着的玉贤公主便是在他手中。君公子，你，逍遥，那个，能不能饶过他这一次？好，还放不下你这位朋友吗？即便他做了这样的事情。当然不是，只是无论如何，他毕竟曾经是我的朋友，带我见识到了外面的世界，还有最重要的是，看在洛洛的份上，就饶了你。谢谢逍遥。我们走吧。
终有一日要打败你，将你踩在脚下。啊，师尊，你看，这周穆积分竟然在这段时间里面暴涨了这么多。难道真是草莽里出真龙？太好了，师尊，至少这一次啊，我们不会空手而归。这个叫君逍遥的天骄，倒是有些奇怪。怎么了？这君逍遥之前好像也得到了许多积分，但是现在又没有了。这有什么奇怪的？无非是被他人夺走了。也差不多了，这些积分应该够你们加入传承书院。多谢君顾子相助，您实在是帮助我们太多了，不知何以为报。不必回报什么，来到界中界，第一次遇到的就是你们，也算是一种缘吧。既然你们已经有了资格，我也差不多该离开了。君公子，你要离开吗？啊！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了？难道这又是什么新的考验？这难道是传说中的封神杯？真的是封神杯！如果我能在封神杯上留名，哪怕没有积分，也绝对能被传承书院看中。你们怕是想多了。有能力在封神杯上留名的天骄，会在我百国星域出现吗？怕是积分榜排名前几的那些妖孽都不一定有资格留名吧？难道真的和我想的一样？我走到哪里，封神杯就跟到哪里。刚好上次得到的奖励世界碎片也快炼化完了，这次便再获取一些。君公子，那股波动是？去看看吧。竟然是封神杯！为什么封神杯会降临在这里啊？无碍，就当做给这些天骄的一个挑战吧，让他们知晓自己和那些绝代天骄的差距究竟有多大。师尊，那我也去试一下。去吧，锻炼一下，对你无害。封神杯，以我的资质和实力，应当能在封神杯上留名。这样一来，加上积分，进入传承书院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不但如此，因为我的天赋，传承书院的资源也会对我倾斜。竟然是力量封神杯，这就失败了吗？我所面对的挑战，乃是一个力量傀儡，不过一拳而已，就将我轰出封神杯空间。是传承书院的弟子，传承书院的天骄也忍不住出手了吗？竟然是力量封神杯！算了，来都来了。能在封神杯上留名的，果然都是变态。不愧是界海最难挑战的封神杯。不过，这是我最不擅长的力量领域，说不定换做其他领域的封神杯，我还有机会。连我都无法留名，这封神杯也不用看。百国星域没有天骄可以留名。这封神杯看来是没戏了。怎么回事？怎么可能？难道这竟然有人能在封神杯上留名？周穆，怎么感觉这名字这么熟悉啊？这不就是大周皇朝的那个周穆吗？被夺圣龙血的废物。是那个积分榜第一？你就是那周穆？想必师尊应该也有所知晓，他也应该会很欣喜。什么？竟然有人能在封神杯留名？绝对不会是我那徒儿。好，很好。看来之后要好好看看这位草莽中的真龙，究竟是何许人也。不错，没有想到在百国星域还能出你这等真龙。他竟然能在封神杯上留名！我不希望他们加入传承书院。传承书院是你家开的，你有权利不让。哼，你若能在封神杯上留名，自然也有权利。那位白衣公子是哪个皇朝的天骄啊？怎么没见过呀？难道他也能和那周穆一样在封神杯留名？不出意外的话，他肯定能在封神杯留名，只是希望和我不要差得太多。
这位公子在封神杯内待的时间怎么比我还短？难道他还没有通过基础的考验？我没看错吧？封神杯榜首，是我眼花了，还是我眼花了？啊，逍遥排在了第一，应该很厉害吧？这岂止是厉害啊，简直就是传奇！怎么可能啊？又有一人留名，而且观这股波动，难道还跻身进了排行榜中？榜首，这位，公子，不知你来自界中界哪方势力啊？那位可是传承书院的长老啊，竟然对那白衣公子平辈论教。我并非界中界哪方势力的人，请君公子务必加入我传承书院。抱歉，我并没有加入传承书院的打算。君公子，还请你考虑一下，我传承书院再怎么样，也是北天界域的一方霸主啊，哪怕放眼整个界中界，都是顶流。君公子若加入我传承书院，定然能够成为核心真传。若是君公子不能加入，那我这趟行程又有何意义啊？如果君公子能加入，哪怕只有你一个人都可以，其他人都可以不需要。若是这样，到时候面对三皇书院，可就是真的处于劣势了。敢问这三皇书院是否与三皇势力有关？的确，三皇书院算是三皇势力的预备役，培养人才之地。而这次茶会，三皇书院的人怕是也会现身。那所谓的茶会又是什么？在我北天界域的极东之地，有一株不知岁龄的扶桑古树，100年生一叶，1000年结一果。每隔一段岁月便会开启茶会，那是北天界域天骄的盛会。有能力者可夺取扶桑神叶泡茶，谓之茶会。当然，若有信心，更可去争夺扶桑神果，蕴有天地精气、太阳精火，可淬炼肉身，增进修为。除了茶会之外，之后北天界域可能还有大机缘出世。若是加入书院，则可把握这个机会。还有机缘？也罢，既然长老如此诚心相邀，那君某再拒绝，未免显得有些不知礼数。好，周末，你也是个人才，愿意加入传承书院吗？抱歉，不想加入传承书院。那好，我也不强迫你。把他们也带上吧。没问题。多谢君公子。我也想去传承书院。没问题，他也可以去。好了，事不宜迟，我们出发吧。许逍遥，既然你传承书院看不起我，那我就加入你的敌人——三皇书院。不知长老可否说一下关于三皇书院的事情？苏嫣虽不知君逍遥为何对三皇书院这般感兴趣，但她还是耐心地解释了一番。看来这三皇势力还真是霸道得很。那是当然，严格来说，三皇势力原本就是鸠占鹊巢，他们并非界中界原来的势力。鸠占鹊巢也就罢了，而且还仗着三皇的名头，如此横行霸道。碍于三皇的名，加上三皇势力底蕴也的确很强，所以无人敢与其对抗。北天界域乃界中界4方界域之一，这处地域便是北天界域传承书院的所在地。不知这次几位可有所收获呀？还算行吧，但和以前相比是不可能的了。没错，老夫曾看中一位天骄，结果那位天骄铁了心要加入三皇书院。这三皇书院的确有些过了。听说之后的天骄茶会会有三皇书院之人现身。若是三皇书院的天骄在茶会上表现完美，甚至力压我传承书院的人才，到那时候就更加没有人愿意加入我传承书院了。是苏烟长老的楼传，不知他那边情况如何？我记得他的招生区域好像是百国清域，那地方能出什么人才啊？苏烟长老，这次可有收获呀？有，
而且是天大的收获。哦，难道苏烟长老招收到了一位破禁级天骄不成？我觉得我招收到的是比破禁级天骄更加妖孽的存在。什么？苏烟，你莫不是在开玩笑？他登上了封神杯的榜首。小友，我乃传承书院3长老，愿意收你为徒，一定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小友，我乃传承书院大长老，可以为你调集诸多资源，想要什么直接和老夫说，只要你愿意成为我徒弟。诸位长老，抱歉了，君某不打算拜入任何人门下。小友，老夫知晓你天资非凡，但正因如此，才更需要领路人，将你的天资完全发挥出来。多谢诸位长老好意，但真的不用了。当然，日后如果有需要，君某也不介意指点一下各位长老。什么？小友，若不介意，可否前来一见？副院长。副院长。看来小友也是懂茶的人，应该对那茶会有些兴趣吧？的确。哦，对了，老夫不知该称呼逍遥小友，还是该称呼云霄小友啊？随意。那还是称呼逍遥小友吧。逍遥小友在界海登上3块封神杯榜首，加上这一块，应该是第4块了吧？的确是惊为天人的妖孽天赋啊！副院长谬赞了，一些小成绩何足挂齿。对了，听闻逍遥小友之前和3皇室里貌似有些摩擦，而现在来界中界，啊，就是副院长想的那样。的确，3皇室里霸道惯了，连我传承书院都受到了不小的影响。既然如此，我不介意顺带打压一下3皇书院的气焰。那我传承书院会为小友提供一切便利的条件。对了，洛洛，你想修习神通吗？我可以吗？当然可以。而接下来一段空闲，反正君逍遥也无事，便是开始教导洛洛。哎，那边好像有什么动静。天哪，这是什么？大道天音吗？我怎么感觉听一下就要顿悟了？难道是某一位长老在讲道？哎，我记得那位白衣公子好像是苏烟长老接引过来的妖孽吧？没错，听闻来的那一天就受到了副院长的接见。不过，我竟是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随着时间推移，在君逍遥周围越来越多的人群环绕，那些赶来的传承书院弟子自然也是各有所悟。好奇特的道运。我竟是感觉之前苦思的某种神通，好似有了一些灵感。我也有所感觉。在传承书院深处，那座凉亭内，这云氏地族少主果然名不虚传，他对于修炼之道的理解，令老夫都是惊叹无比呀。乱世降临，黑祸将至，在这充满变数的时代，自然会诞生出不合常理的存在。此子或许就是这种不能以常理推测的艺术存在吧。那我传承书院定然是要和此子交好了。那是自然，希望此子的到来能够让界中界生出一些变数。至少3皇势力太过霸道了。这有些过了吧？他只是孤身一人来此，莫非还能给3皇势力带来某些变数？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那你可就太小看此子了。我们坐等看戏即可。在北天界域另一方地域，这是北天界域的顶级道统无量门。这次茶会势必要得到扶桑神果，助我突破，谁也无法阻止我。
在北天界域另一地，这是北天界域另一方道统紫羽天宗的所在地。茶会将起，看来这次又是一场龙争虎斗，不知道谁会是最后的赢家。但那扶桑神果必有我一席之地。此外，三皇书院这次应该会来人，这下可有好戏看了。而且据我所知，传承书院能拿得出手的天骄就那么几位，连我都可轻松对付，更别说三皇书院的天骄了。北天界域偏南之地，这里正是北天界域的一方庞然大物——星月圣岛。圣女大人，这次茶会可是热闹得很呢。毕竟这次三皇书院会来人，怕是会闹出一些风波。受冲击最大的应该是传承书院吧？三皇书院可是要抢传承书院的饭碗。不过我倒是听说了一个消息，最近传承书院似乎招揽到了一个不得了的人物。什么人物都没用，你可知道这次三皇书院会有什么人物出现？什么人物？三皇书院7杰中将会有人到来。什么？难怪三皇书院这回是来势汹汹啊！所以注定了，传承书院不论招揽到何等人物，这次怕是都得吃亏。时间渐逝，茶会将要开启。没想到书院竟然会派我们来干这么无趣的事情。北天界域有几人能入我的眼？管他如何，有好处就行了。那扶桑神叶和扶桑神果可都是好东西，特别是扶桑神果，如果我能炼化一颗，对我的大地王体都极有效果。说不定到时候我能再度突破，成为破禁级天骄。这样的话，就能追赶上那人了。想要打败那妖孽没那么简单，不过在这北天界域，我们应该难寻对手。北天界域极东之地，在这里有一片特殊的地域。无量门的人到了。无量圣子，这一次你我可得分个高低。那便看看这段时间你又有了多少长进吧。诸位，久见了。星月圣女，这次若采得扶桑神叶，不知可否与圣女同饮？若有机会，自然。哎，那位就是传承书院近日传出的招揽到的一位绝世天骄吗？看上去的确非凡，不过感应不到他的气息和境界啊。哼，传承书院竟然还真敢来，他们难道不知道这次三皇书院也会驾临吗？到时候不过是自取其辱罢了。是7杰中的2位，他们真的来了。传承书院的长老，你们应该知道，我三皇书院来此的目的是什么？以三皇书院的底蕴，也应该看不上我这北天界域的人才吧？哪里？界中界4大界域皆能出笼，而且这次我来是有另一个建议。既然传承书院也是书院，而我三皇书院也是书院，那为何两方书院不能合并呢？共同招收培养人才，岂不美哉？胃口太大，小心把肚子撑坏了。我传承书院过得挺好。过得挺好，是指大猫小猫2、3只吗？也罢，既然你嘴硬，那便让你们看看我三皇书院培养的天骄究竟有多么杰出。扶桑神叶和扶桑神果，我们要了。我觉得他们很令人讨厌。是吗？那待会儿有你表现的机会。啊，我这么强的吗？什么？三皇书院的天骄竟然被传承书院之人击败了？那位少女是谁啊？生得漂亮不说，实力还如此恐怖。此女的法则之力竟然如此浑厚。都义，此女有古怪，一起出手。那位的少女在被围攻，竟然还能无动于衷。君逍遥也觉得差不多了，他随手抬起，并指为剑。就是这简单的一记剑指，就让闻名界中界的三皇书院7杰中的2位受到了重伤。这是传承书院招揽到的人物，绝对是破禁级的天骄啊！哎，这下三皇书院真的得吃瘪了，绝对是破禁级存在啊！传承书院竟然能招揽到这等绝代人杰，
这位后生，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我三皇书院的资源和底蕴，可不是传承书院可比的。你若能加入，将来则能够直接进入三皇势力之中，成为一方大人物。不感兴趣。所有的扶桑神叶和扶桑神果我都要，谁赞成，谁反对？很好。不知小女子可否有幸能加入公子的茶会？我们很熟吗？倒是小女子唐突了，还望公子莫要见怪。希望日后小女子能有这种幸运。逍遥，这么多叶子，泡茶喝得完吗？谁说一定要来泡茶的？你的意思是？用来泡澡应该不错。哼，这次是我三皇书院输了，认栽。但事情可没那么简单。北天界域的茶会就这般落下帷幕。传承书院竟然会有那等绝代人物，应该是破禁忌天骄无疑了吧？现在看来，传承书院也没有想象中的那般日薄西山啊。哎，说不定我们也可以去传承书院看看。哎，不过也别说得太早啊。到时候若三皇书院的那位破禁忌天骄到来，那才是龙争虎斗。界中界，南天界域，而人皇殿便是坐落于南天界域的中心。圣女大人，三皇书院那边传来了几个消息。什么事？传承书院出了一位神秘的年轻强者，三皇书院这次失利了，而且传闻那位年轻的强者很有可能是破禁忌天骄。破禁忌天骄？还有呢？还有就是北天界域的悬空秘境将要开启了。悬空秘境？好了，我明白了，你先下去吧。是。妙玉，近来修行上可有难点，可来找我一诉。回殿下不曾有过。啊，那好，若有什么事情都可以跟我说的。对了，殿下，听闻北天界域悬空秘境将起，您不去看看吗？我就不了。接下来我要出去一趟，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做。你倒是可以去一趟，说不定还能得到什么机缘。妙玉知道了。妙玉，等我正式登基，成为人皇传人的那一天，你会真正成为我的女人。这便是我的命吗？你们人皇殿都是如此粗鲁、没有礼貌之辈吗？如果你们不懂，老娘可以教你们什么叫礼貌。在下人皇传人楚萧，身负轩辕血脉，手掌人皇剑，修人皇道经，希望可以请前辈出山。有令吗？这尚未找到，不过人皇天命在我，人皇殿同样簇拥我，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所以好了，没有令牌就离开。殿下，以你的身份、天赋和修炼速度，要不了多久就能彻底崛起，到时候何须在意他们？不行，这股力量我必须要掌握在手中，只有这样，我才能拥有底气。殿下已经给够你们面子了，3次前来都被你们拒绝，连面都没有见到。你们再如何，也不过是臣是奴，面对真正的人皇天命，竟然视而不见。那位出生的准帝顷刻间便受创。前辈，哈姐息怒，他们只是一时心急。这只是小小的成见，若有下次，性命难保。没有令牌便离开。抱歉，这次惹得诸位前辈不愉快，不过晚辈不会放弃，之后还会再来。这处小世界名叫五方山。那人皇殿的毛小子倒是颇有几分分人。毕竟身负轩辕血脉，拥有人皇剑，还修炼有主上的人皇道经，性子也算坚毅。都3次拒绝了，竟然还愿前来。诸葛前，照你这样说，那小子真是主上的传人？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是也不是。诸葛前在我面前就别神神叨叨的了。我说他是因为原本他的确应该就是主上的传人，而我说不是因为他的命运轨迹已经发生了变化。
或者说有莫测的艺术干扰了天命的格局。那干扰艺术、改变天命格局的人是谁？佛曰不可说。好你个诸葛虔，在老娘面前都开始神神叨叨了，你信个鸟佛！穆灵娥，一切因果自有定数，或许我们不久就能碰到了。而在此之前，楚萧此子虽有可取之处，但已是偏离了他的命运轨迹。等轩辕令出世再谈吧。对了，还有另一件事，洛洛那丫头已经很久没回来了。这不必着急，她自有意识起便一直待在我们这五方山，也的确给她憋坏了，让她出去逛逛也未尝不可。可是会不会有什么危险？不必挂心，洛洛身上还留有手段，足够让她逢凶化吉。而且我倒是觉得，这对洛洛而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我就怕洛洛被哪个野男人拐跑了。你未免太过挂心了。而且若真有男人能拐走洛洛，那可绝对不是什么野男人能办到的。北天界域传承书院，如果能搞到一团真正的鲜红火种，这是金乌卵，直接炼化掉。也罢，这金乌卵虽然稀有，但炼化了价值也就那样，倒不如孕育孵化出来。刚好我的内宇宙虽有太阴太阳之力的变迁，但却没有真正的日月阴阳轮转。这金乌倒是可以成为我内宇宙中的太阳。君公子，原来是苏烟长老，有事？是关于悬空秘境的事情，不知君公子有没有兴趣，愿意前往？当然愿意，毕竟这可是北天界域难得的大机缘。很好，这次有你在，我传承书院必将有所收获。那位就是三皇书院七杰之首的剑万绝吗？怎么看上去感觉有些平平无奇啊？你懂什么？这叫大巧若拙，大智若愚。越是普通平凡，就越是不凡。可是传承书院的那位白衣公子，超然绝代，但依旧不凡，那怎么说呀？这传承书院，神秘白衣公子，有趣，似乎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根据你们所言，那位白衣公子真的只是一记剑指就将你们击败了？这么说来，他是一位剑修？这并不确定，但他的确只用了一记剑指。你是大帝王体，而他一记剑指能破你防御，不是剑修怎能做到？哼，不过这样才更有意思。终于算是遇到一个对手了。剑大哥说笑了，你身怀剑道之心，在剑之一道，谁人能比？那白衣公子纵使有些非凡，但也绝对不会是剑大哥的对手。话可不能这样说，界中界何其浩瀚，藏龙卧虎之辈也绝对不少。如果找不到对手，那才寂寞。啊，是传承书院的楼船。剑万绝，有把握吗？可以一战。剑道之心吗？好了，差不多可以进入了吧？那是人皇殿圣女的座驾，竟然是人皇殿圣女宋妙语，她竟然来了！你们有没有闻到一股香味儿？的确，有一股极为浓郁的药香。我怎么感觉闻到这股香气，体内灵气流转都是快速了不少？原来如此，竟然是人皇殿圣女，难怪会闻到那阵香气。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吗？那位人皇殿圣女体质可不一般，乃是传说中的万药宝体。传闻她的一滴血都堪比绝世宝药，她的体香都是一种药香。竟然如此神奇！是啊，不然的话，人皇殿会立她为圣女吗？这就是一块宝啊！这等奇女子，最后应该会是人皇传人的女人了吧？可真是羡慕啊！没想到圣女竟然会亲自驾临。不过是听闻悬空秘境开启，所以前来一观，说不定还能找到一些对殿下有帮助的机缘。啊哈，
圣女可真是尽职尽责，我等佩服。佳人的确绝代，但可惜，注定是人皇传人的禁卵。就如同笼中雀，虽然美丽，结局却已注定。剑王爵，你在胡言乱语什么？哈，圣女莫要见怪，她就是这种性格，口无遮拦。胡爱，这位便是三皇书院最为杰出的人才吧？希望日后有机会能加入我人皇殿。承蒙圣女抬爱了。哼，那位就是传承书院拉拢到的小子，倒是的确有几分古怪。不过这次由剑万绝出手，他翻不出什么浪花。人皇殿圣女宋妙玉，那周末难道在这悬空秘境内，让我找到真正的气运金龙本源？等我得到完整的气运金龙本源，必要一雪前耻。我们也走吧。悬空秘境内，你我必有一战。希望你的剑道之心足够坚固，不然的话，还是不要遇到我吧。此人未免太过嚣张了。是啊，剑大哥怎么会输呢？我等着。君逍遥进入了悬空秘境，不愧是界中界最古老的秘地之一，这就找上门来了吗？来战吧，你我早晚都得分出个胜负。这一剑，好了，你走吧。再来，还要来！你还没有祭出你的剑。对付你不需要剑。不行，你必须得祭出，不用剑战斗，那还是剑修吗？你确定？自然。他手腕一翻，大罗剑拍在手，没有施展出任何的剑道神通，一剑斩出。终于，我所领悟的剑招，终于在这一刻明悟了。乾坤剑域。君逍遥微微摇头，不再理会。他转过身准备离去。等等！他竟是直接对着君逍遥单膝跪地。你这是做什么？请公子收我为徒。你在开玩笑吗？你可是三皇书院7杰之首。那些不过是虚名罢了，什么7杰之首，还不是在公子手中如此狼狈。我没什么可教你的。公子对于剑道的理解，让我叹服不已。希望公子能收我为徒。好吧，你非要一个结果，那我只能说，做我徒弟，你还不够资格。什么？那成为公子的追随者也可以？追随者也不必。真的没办法吗？如果能追随公子，我甘愿退出三皇书院。徒弟、追随者什么的，暂时没兴趣。你若不介意，可以先当个侍从看看。见过公子。既然你愿意，那好吧。接下来我还有其他事情，你自己先去寻找机缘吧。如果遇到传承书院的人，帮一把。是。君逍遥离去。他到底是何方神圣？剑道造诣如此超绝，甚至连破禁级天骄都完全不是他的对手。剑万绝怎么还没有跟我们会合？啊，剑万绝应该找传承书院那人决斗去了。不知道结果究竟如何？这还用说吗？当然是剑大哥碾压那人了。你是没有亲身体会过，不然不会说出这种话。我看你们是被打败了才这样说的吧？剑大哥的实力可不是你们两人能比的，你们加在一起都比不过剑大哥。你们都别吵了，看远处，好像有什么情况。莫非是有什么宝贝？竟然是仙桃树，没有想到悬空秘境里真有这好东西。那仙桃中拥有罕见的仙道物质，而且足有10几颗，够我们分了。竟然是仙桃树，哼，看来还真是走运了。这是我妹先发现的。好俊俏的丫头，不过你的话未免太过天真了。小心，可别被他的外表忽悠了，他没那么简单。毒液，
我看你是败了一场，变得胆小如鼠了。住手！你是谁？是你？竟然是你！洛洛，跟我走，我可以保护你。怎么，癞蛤蟆还想着吃天鹅肉吗？你和君公子相比，不，是你根本没有可比性。哼，原来是英雄救美，但是美人好像不领情啊。你自身都难保，嘴还那么硬。哼，既然你们想要，那这仙桃树给你们就是了。我们走。慢着，谁让你们走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让你们传承书院并入我三皇书院，还冥顽不灵，真以为招揽到一个天骄就能翻盘了？没错，现在你们期望的那位，怕是已经被剑大哥解决掉了。不可能，逍遥他可是很厉害的。哼，小丫头，不知道天高地厚吧？破禁级天骄代表着什么，你根本就不知道。好了，直接出手吧。是剑大哥，他来了。不好，这下完了。谢婉绝都来了，结果毫无悬念。剑大哥都来了，还有悬念吗？不可能，君公子怎么会？洛洛，你还真是鬼迷心窍了。这天下没有谁可以无敌。之前你若跟我走，我还可以带你安全离开。现在你错过了时机，我也没办法带你走了。还真是无趣啊。不过，还是要解决掉你们。说罢，火钳就要对着洛洛等人碾压而去。而就在这时，一道剑光轰然斩出。谢婉绝，你发什么疯？敢对公子身边的人出手，你们才是找死！公子？哪位公子？剑万绝，你难道？没错，我败了，但收获很大。至少我能追随公子，成为他的侍从，有机会领悟更加深刻的剑道。君公子收服了三皇书院7级之首，让他成为了仆人。这对逍遥来说不是很正常吗？剑万绝可是我三皇书院的人，从今往后不再是了，我将退出三皇书院。什么？看在我们曾为同门的份上，你们走吧。若是执意出手，也就休怪我剑上染血了。你是真心成为逍遥的仆人吗？没错，公子是我所见过的对剑道理解最深刻的人，而他的实力也远非破禁级可以形容。他君逍遥竟然强到这种程度，必须要找到真正的气运金龙本源，不然的话，我打败他的机会基本为零。我周末既然得到了气运金龙，就绝不会如此沉寂。那君逍遥只是我崛起路上的一道坎坷，绝对不是终点。此人竟然没有遇到任何凶险关卡，他是如何做到的？有意思，不愧是寻宝鼠，哪怕我亲自深入，少不了也得碰到一些麻烦。跟随着周牧，倒是无波无澜。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既然都凑到一起了，那正好一并解决。就是这里，事不宜迟，只有我才是天命之人。倒的确是一个小心谨慎之人，若非我有掩藏气息的法门，说不定已经被他察觉到了。这是？难道是传说中的仙药？这是气运金龙。是人皇殿圣女，为什么是她？真的是气运金龙，看来上头的一些猜测果然没错。气运金龙出世，代表着界中界将会迎来全新的变革。人皇殿圣女，你一直尾随在我身后。没想到你竟然是这般大气运之人，但你也知道这气运金龙的重要性，只有在真正合适的人手中，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效果。所以圣女认为，人皇传人才是最合适的人选。不愧是人皇殿圣女，还真是忠贞不二。果然如传闻那般，你也不过是那人皇传人的禁鸾笼中雀而已。让我想想，圣女，你乃是万药宝体，莫非你本身就是一株人体大药，
只待时机彻底成熟，便会被那人皇传人采撷。若是这样，那圣女你未免也太可悲了，一心一意为那人皇殿、为人皇传人着想，自己却是这般下场。圣女殿下，我也不说虚的，如果你能立下天道誓言，发誓不把我拥有气运金龙的事情说出去，我便饶你一命。气运金龙关乎甚大，甚至关联界中界的天大机缘和气运，这不是你一个小修士可以消化的东西。所以你的最佳选择就是主动交出气运金龙，我人皇殿还可接收你，甚至你还能成为殿下的仆人。成为人皇传人的仆人，可笑至极。知道为什么我周穆能得到气运金龙吗？因为界中界的天命在我。圣女殿下，你在赌我不敢对你出手吗？既然如此，那这是你逼我的。万药宝体应该也是一种绝世人体大药吧？好一幕有趣的戏剧，不过也该落幕了。曲逍遥，曲逍遥，你真以为你吃定我了吗？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也合该退场落幕了。这是先天圣体道胎！住手，曲逍遥！你好歹也是先天圣体道胎，你若真有本事，那就放我离开，等我日后崛起再战，你有那个底气吗？幼稚！秦逍遥一掌盖压而下，周穆被拍成了血雾，连元神都无法逃离。就是这东西，紫玄孽骨莲，不过貌似并未生长完全，不能算是真正的仙药，但绝对比一般的半仙药要强。云氏少主，百闻不如一见，果真令妙宇惊讶了呢。看来你已经知道了。界海闻名的云氏少主，想不知道都难。不过，倒是没想到云霄少主居然悄无声息地来到了界中界。身为界海的圣地，自然让人向往。云霄少主可知道，这气运金龙来头甚大，关乎界中界的气运格局。所以，圣女是想让我把这气运金龙让给人皇殿。妙宇可没有这么说。真的？那是当然。方才少主也算是救了妙宇的性命，不然妙宇怕是会遭到那人的毒手。如圣女这等佳人，若是陨落在那等无名小卒手中，倒也有些可惜。哪里？少主谬赞了。况且那时候，你似乎并不畏惧死亡。难道这对你来说是一种解脱？妙宇不知道少主在说些什么。圣女身怀万药宝体，这是一种绝佳的炉鼎体质，也同样是一味人体大药。若是成熟，则很有吸引力。人皇殿培养你，或许也是为了在日后成为那楚萧的资粮。所以陨落在此地，对圣女来说，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云霄少主，你的话并不对，我对人皇殿十分感激。是人皇殿培养了我，而且我对楚萧殿下也唯有敬仰。你只想着肩负人皇殿的使命，但人皇殿又何曾在意过你的感受？虽然无法体会你的感受，但这未免也有些自欺欺人了。既然少主执意要得到气运金龙，那妙宇争夺不了，便先行告辞了。命运掌控在自己手中，我可以给你一个选择，一个改写自己炉鼎命运的机会。这气运金龙，我可以给你，记住，是给你，而不是给人皇殿。而你，则可借助气运金龙的加持，成长蜕变。我有能力让你彻底摆脱成为炉鼎的命运。云霄少主，你这样做是为什么？很简单，我想利用你。云霄少主，你这话未免太过直白。不然呢？难道你认为我会看上你，还是说你有这个魅力让我看上？那代价呢？也很简单，让我种下印记。不可能。先别急，我可以以天道誓言立誓，待我们合作结束，我可以帮你解除印记。你完全可以成为自由之身，也不必成为炉鼎，成全他人。我所提的不过是个建议而已。若圣女不愿，本少主倒也不会强求。人皇传人的妾室，也算是一个美名吧。
少主保证能够与天道誓言立誓吗？当然。那少主你的最终目的是对付楚萧？楚萧？那你是未免太高看他了。别说楚萧，哪怕是人皇殿，甚至是整个三皇势力，在我眼中也就那样吧。对我而言，这不过是一场消遣的游戏罢了。这样说来，圣女是同意了。那好。主人，我喜欢和聪明人合作。对了，关于这气运金龙的事情，先跟我讲一下吧。苏妙语微微颔首，没有任何隐瞒，也是将他所知道的情况都告诉了君逍遥。而且气运之龙不止一条。不止一条？没错，界中界有东西南北4大界域，而4大界域各会凝聚出一条气运之龙。眼下这气运金龙乃是北天界域的气运之龙，其余3方界域应该还有3条气运之龙。气运之龙的出现，也代表着关乎界中界的大机缘可能将要现世。我人皇殿中也有一些记载，当4条气运之龙齐齐现世时，便是天大机缘出现的时候。这界中界果然是我的福地，它果真如传闻中那般。好了，看来之后我们还会有许多合作的机会。不过眼下我倒是需要你身上的一点东西。什么东西啊？不过几滴血罢了，酝养一下刚刚收获的紫玄孽骨莲。我每个月都会有一些血被我收集在此，我习惯性每个月都会凝练出一些精血，用来炼丹炼药。原来如此。对了，我的事情暂时不要跟人皇殿说。妙语知晓。这一趟的收获倒是不赖，有宋妙语这颗棋子，人皇殿的动向和情况我都能提前掌握。先机在我手中，我便能针对，从而提前布局。楚萧啊楚萧，即便你从麻雀飞上枝头变凤凰，但在我眼中依然只是风筝而已，而风筝线在我手中。随着时间推移，一些天骄开始从悬空秘境内传送而出。秘境快要关闭了，还算略有收获，不过能活着出来就不错了。这一次，不知道传承书院又有几人能活着出来？他们回来了！你们怎么回事？遇到什么凶险了？剑万绝呢？他去哪儿了？就在这时，再度有一行身影从悬空秘境之中现身，正是君逍遥等人。剑万绝，你这是在做什么？